陈阳重生归来，深知前世因懒散无能错失挚爱林安于，辜负家人期望，决心彻底改变。他首要目标便是弥补林安于，于是萌生上山打猎的想法，拜访猎户老皮家，虚心求教打猎技巧。老皮家起初虽态度冷淡，但见陈阳诚意十足且天资尚可，便将狐狸套等捕猎技法传授于他，还将自己最机灵的猎犬一儿黄借给他捕猎。陈阳凭借老皮家传授的技巧与一儿黄的协助，打猎之路渐入佳境。之后将野味卖到镇里的供销社饭店，赚到了重生后的第1桶金，改善了家中生活，还凑齐了林安于的彩礼。后来牛心山出现异常，有野猫子出没，已经不再上山打猎的老皮家决定上山一探究竟，内心深处是为了给陈阳未来的打猎之路扫清障碍，却遭遇意外被困山上。陈阳和队长陈卫国上山营救，下山途中却被夜猫子偷袭，身受重伤，生死未卜。山林间寂静无声，唯有山风掠过草木的簌簌声。眼前的景象让陈阳心头一紧，老皮甲口鼻不断渗血，毫无反应。2条猎犬的悲鸣划破山林宁静，受伤的陈卫国抱着一捆粗木棍从林间走出。你看够不够的话，我再去砍一些回来。差不多够了，我做个简易担架。陈阳迅速地转身做担架，陈卫国走向野猫子屠宰尸体，去割其肚皮上的肉瘤。陈阳独自绑好简易担架，2人便一同将老皮家抬了上去。老皮家他试一试吧。 2人都清楚山路难行，下山至少要2-3个小时。老皮家伤势极重，或许根本撑不到山下。2人终于将老皮家拉回村子，径直奔向卫生所。村医查看后连连摇头，直言自己无力回天。即便连夜赶去省城大医院，老人也挺不到地方。老皮家就不活了，还是抬回家准备一下。他无儿无女，连个办后事的人都没的。卫生所内的村民提议帮忙抬老皮家回家。陈卫国因伤势过重，瘫坐在凳子上无法起身，只能留在卫生所。从下山到此刻，老皮家始终陷入昏迷。村民建议找村医煎药试试，陈阳明知多半白费功夫，却仍抱着一丝希望，灰土趴在院子角落垂下脑袋。后半夜，月色如墨，院子被照得一片惨白。陈阳靠在椅子上守着老皮家，不久便抵不住困意，昏昏睡去。陈阳醒来，天已蒙蒙亮。叶儿黄趴在他旁边，床上传来窸窣声，老皮家竟醒了过来，正侧头看着他。老爷子，你醒了。陈阳很快发现老皮家脸上挂着不正常的血色，看似精神不错，五官间却透着死气，他的心瞬间跌入谷底。你这个娃了，咋个哭丧个脸嘛？老皮家望着陈阳坐的藤椅，回忆起父亲曾坐在这里给自己讲打铁刀的往事，又说起陈阳腰间骨苗刀的来历，那是他父亲每年锻打16岁时亲手送他的礼物。老皮家眼中泛着浑浊，我本想也给你锻打一把，山上埋刀的地都选好了，可惜啊，我老了还犯浑，不该独自找野猫子麻烦，到头来还是栽了跟头。陈阳鼻子泛酸，后悔没拦住他。老皮家目光落在骨苗刀上，娃娃，苗人一辈子不能没有刀，把那把刀还给我，好不好？陈阳毫不犹豫拿过骨苗刀，放在老皮家手边。老皮家笑了笑，缓缓闭上了眼。陈阳脑子嗡的一声，见老人胸口还有微弱起伏，才稍稍松了口气。可那口气悬在喉咙里，让他阵阵刺痛。他走进厨房，准备煮点干面条。叶儿黄突然叫了一声，一个身影走来，手里拎着挎包。陈老啊，我来看老皮家。快进来，陈队长。老皮家咋样了？陈阳摇头，告知老皮家今早回光返照的事。陈卫国闻言，赶紧准备后事吧，我感觉。陈卫国见陈阳难受，便闭了嘴。你快去卫生所重新包扎下伤口吧，这里我看着。不用了，皮外伤而已。陈卫国忽然指向自己的挎包。你信不信老皮家说的话？我把肉珍珠带来了。2人站在屋檐下，望着屋内气息奄奄的老皮家，神色都格外沉重。陈卫国从包里取出了那颗肉瘤，陈阳伸手接过，看着不小，拿起来却很轻巧。肉瘤富有弹性，模样既不像脂肪，也不像普通血肉，透着一股怪异。陈卫国指着肉瘤切口，你看，割下来的地方一点血都没留，根本不是正常的肉，我从没见过这种稀奇东西。陈阳闻言看向肉瘤中间的缝隙，发现内部竟是中空的。老皮家讲的红土长的故事也太邪门了。陈老啊，你说这玩意儿真能吃吗？会不会吃出事啊？老皮家不是已经出事了吗？陈阳毫不犹豫走进厨房，将肉瘤放进锅里。几分钟后，陈阳，真有香味，你闻。肉瘤的香味起初很淡，随着炖煮时间变长，愈发浓郁，清香中带着熏味与梨花香。陈老啊，这大概多久能煮熟？不知道。陈阳舀出一大碗肉汤，光喝汤能行吗？先试试，我觉得应该能行。陈阳端着滚烫的汤碗，陈卫国跟在一旁，2人走进老皮家的房间。陈队长，帮我把老爷子的头抬一下。好。陈卫国小心翼翼托起老皮家的头，陈阳舀起一勺肉汤喂进他嘴里，老皮家毫无意识，陈阳只能耐心等待肉汤自然流入他胃中，20分钟后才全部喂完。照顾人原来这么累，真佩服你有这份耐心。这段时间承蒙老爷子照顾，也没机会报答，做这点事是应该的。午后雨势渐小，毛毛细雨悄无声息飘进院子。陈阳走进厨房，发现灶台上的肉汤早已凉透，肉瘤已煮得如豆腐般柔嫩。可老皮家喝了肉汤后依旧昏迷不醒，气色也未有好转。药效不会那么快，再等等吧。
尽人事听天命。陈阳，我得去趟卫生所换完药再过来，要不今晚我替你看着老皮家，你先回家一趟。你帮我给我爸妈带个话，说我要暂时住在老爷子家。陈阳担心自己一身伤回家让父母担心，便留在原地守着老皮家。好，你身上的衣服都破了，我给你带套衣服吧，就我身上这身怎么样？陈队长，这衣服不是你当兵时候穿的衣服吗？那个年代人们的信念感很强烈，特别是像陈卫国这种退伍老兵，当兵时候的一针一线都是宝贝，格外珍惜。咱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了，送你套衣服怎么了？本来我家里还有一套一样的，我一会给你带过来。天快黑时，老皮家胸口仍在缓缓起伏，不知是他生命力顽强，还是肉汤起了作用。夜晚，陈卫国带着衣服来到老皮家家。我去过你家了，叔叔阿姨让你好好照顾老皮家。来，去试试衣服，咱们俩身高差不多，应该合身。陈阳换好衣服走了出来，在那个年代，这件衣服的面料算得上是非常好的了。谢谢你了，陈队长。二人走到屋内，观察了老皮家的情况。我下午又为了老爷子几碗肉汤，看样子肉汤管用了，多喝几次，老爷子指不定就能醒。你去卫生所弄点治跌打的药来，咱们内外兼攻试试。不久后，陈卫国带着纱布和药回来。老黄听说老皮家还活着，惊讶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不知不觉过了几天，陈阳每天3顿给老皮家喂肉汤。陈卫国发现老皮家脸上已经有了血色。1周后，陈卫国站在床边看着老皮家，陈阳缠着纱布。陈队长，你帮我照看下老皮家，我去省城弄点好的外敷药，村卫生所的药不行。好的，你就放心去吧。陈阳顶着伤前往省城，下午到了老岳诊所。老岳见陈阳进门，立刻起身。你这是咋了？老岳见陈阳包扎着，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陈阳说了来龙去脉，老岳于是开了一剂壮骨粉和云南白药，都是外敷的。去李明玉那里抓药吧。多谢岳老先生。对了，上次那株何首乌卖出去了吗？听到这话，老岳脸色一僵，满是愧疚，把他拉到一旁。我正想跟你说这事，何首乌被北方大药房的人看中了，他们派了3个采购人员，给了1200块的报价。那不是挺好？他们说要拿何首乌去验证真伪，我没多想就给了他们。结果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提钱的事。难道他们是骗子？后来我才知道，3个人里只有2个是真的采购人员，另一个是冒充的，还是他牵头把何首乌拿走的，说第2天就结钱。他们拿了东西没逃走吗？没逃，他还和那2个真采购住在宾馆，说要再找到一位要给他，才肯结何首乌的钱。他要什么药？不知道，他说过几天会来告诉我。您没有叫公安来吗？叫了，没有用。看这架势，对方来头不小，连公安都没法管，可为啥偏偏找老岳？陈阳看向老岳，这事先放一放，我惦记着老皮家，过几天再来找您。老岳闻言一脸诧异，那何首乌起码值1000多块，你不着急？着急也没用，对方背景不一般，看看他要找什么药，再想办法吧。荣德堂药铺，李明玉站在柜台后，见陈阳进门，眼神扫过他的纱布。陈阳递上药方，李老先生，麻烦按这个抓药。李明玉麻利地抓好药，递到陈阳面前。陈阳询问多少钱？不用给钱，记得按时交还子就行。陈阳心头一热，满是感动。从荣德堂出来后，陈阳来到机械厂，在保卫科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张主任的办公室。张主任惊讶地指着陈阳：“陈阳小同志，你这是咋搞的？”村里老猎人上山出事了，送他下山时受了点伤，真是抱歉您住院时没来看您。你就过我的命，谢都来不及，还道啥歉？今晚别回去了，咱们搓一顿，明早我派车送你。不了，张主任，老皮家还昏迷着，我得赶紧把药送回去。那我马上找车送你。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我想麻烦您问问蒋主任，我朋友林安瑜的教师资格还有门路吗？张主任愣了一下，蒋主任不是亲自去过你那儿了吗？大概10天前，他把申请表给那姑娘，结果人家没要。什么？张主任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这就得问你了。陈阳一阵语塞。总之谢谢你们，你们大概不会再去牛心山打猎了，不然我还能当向导。张主任两眼放光，别提这个，蒋主任把枪借我了，正手痒痒，过几天我找你，咱们再去一次。张主任，牛心山太危险了，前2次是运气不好，有你在，肯定没事。张主任拿到蒋主任的枪后，打猎的兴致更盛。陈阳未多劝说，便告别张主任，乘车返回了牛家湾。回来了。抓了壮骨粉和云南白药，等会儿给老爷子敷上。陈阳看向老皮家，老皮家气色是恢复了，但不知何时能醒。先喂肉汤吧。转眼入夏，老皮家气色渐佳。陈阳望向院子，这段时间灰土守在门口，除了陈阳和陈卫国，谁都不让进。母亲刘淑芳和父亲陈元朝隔着门关心他的伤势起居。最意外的是林安瑜竟留下一篮白面馒头，便匆匆离去。快来，老皮家醒了。陈阳飞奔进屋，却见老皮家眼睛仍闭着，算是快醒了吧，嘴皮动了这么久，比前几天好多了。陈阳估算着时间，料想老岳那边该有消息了。陈阳叮嘱陈卫国几句后，便动身前往省城。快进来，等会那人要来。岳老先生，那个人今天才来？对，昨晚他传话说今天谈药的事，让我闭门谢客，你快藏起来。我藏在哪里？就藏在折叠屏风后，我坐前面，他绝对发现不了。陈阳钻到屏风后，老岳便坐下等待。
10多分钟后，一阵敲门声响起，中年人的厚重嗓音传来：“岳医生，考虑的怎么样？你骗走何首乌，我怎能再信你？你只能信。”中年人语气中气十足：“你怎么把椅子放这？平时病人放的，我们坐下说。不必了，长话短说，你当初说何首乌是在牛心山挖的，我说不是，你会信吗？”老岳闻言不满：“看来我们早该去牛心山。你们到底是谁？不用管，牛心山该有那种草药，你找来给我，我就付何首乌的钱。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草药？”陈阳听到纸张翻阅声，这本笔记记着那种药草，你让人照着找。地日草，这世上哪有这种药草？你们竟找这种莫须有的东西！别多问，尽快找到药草。找药可以，找到了你得给钱。回应他的是咔嗒一声。陈阳一听，后背汗毛竖立。你要干什么？找到草药，我给你一大笔钱，但若敢骗我，给你10天时间，能不能拿回钱看你运气。开门声落下，诊所彻底安静。老岳脸色惨白，额冒虚汗。出来吧，人走了。闻言，陈阳才敢走出屏风。岳老先生，你没事吧？还好，他要找的药草就在这上面。陈阳翻开日记，南方有地日草，三足乌鱼下食死草，西河之玉以手眼乌木，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出自明代杨慎《义陵法山》，有一种3只脚的神鸟，想吃地日草，它主人不让它吃，就用手把它眼睛挡住。这是神话故事啊！对，他竟让我找神话里的草。陈阳忍不住咒骂。中医对地日草略有耳闻，最早是汉朝方士东方朔对汉武帝称东北有地日草，食之可延年益寿。陈阳心凉半截，他清楚东方朔是历史上有名的神棍，成天给汉武帝编瞎话，他口中的地日草10之8九子虚乌有。陈阳记得东方朔哄骗汉武帝的典故，东方朔就是个把迷信长生的汉武帝耍得团团转的神棍啊！我学了一辈子中医，古书里竟是些真真假假的传说混在医经里，尤其是延年益寿的偏方，五花八门的没个准头。老岳压根不信地日草存在，可陈阳不甘心1000多块的何首乌白白送人。这就是神话故事，别异想天开，浪费时间和精力。放心，我有分寸，就当试试，万一找到了呢？陈阳其实没抱希望，可他转念一想，那神秘中年人既有权有势，还执着于这种虚无之物，或许藏着不为人知的秘辛。何况牛心山诡异的经历，让他觉得山里的东西或许真有说法。老岳见他打定主意，只得叮嘱他保管好笔记本，警惕对方后手。陈阳确认无人盯梢，才到荣德堂抓药。这次依旧没要钱，陈阳不愿欠人情，还是留了钱在柜台。回到牛家湾已是傍晚，等老逼家能张口，就把肉珍珠喂他吃，争取一次好起来。肉汤初见成效，陈卫国心情好了不少，可他自己的伤却不容乐观。喂完汤便要去卫生所换药。陈阳见他一时好不了，没提自己要上山找地日草的事。其实陈阳自己也有伤，累着了胸口就阵痛，得再休养几天才能上山。第2天一早，陈阳走出院子散步，没走多远就看见刘喜拎着糕点往自家方向走去，陈阳便悄悄跟在后面。刘喜进了院子，见陈元朝正在抽旱烟。哟，叔叔你也在啊？刘喜把点心放在桌上，眼睛直勾勾盯着林安宇紧闭的房门。你干什么？陈叔，我找安宇，让他出来见我。我来看我未来媳妇的点心，你随便吃。人不在家。哟，这不是教育局的青年才俊吗？刘喜哥，今天怎么有空光临寒舍啊？与此同时，刘淑芳和林安宇正蹲在河边洗衣服。安宇，你最近心情不错啊。大姨，你好像心情也不错呀。陈阳那臭小子伤快好了，我能不高兴吗？他还说以后村里通电了，给我买个会自己洗衣服的箱子呢，我才不信他吹牛。林安宇静静听着，心里好奇那洗衣箱的模样。两人洗好衣服往家走，快到院门口就听见陈阳的声音。刘喜见陈阳愣了下，随即昂起脑袋。陈老二，我来看安宇的，咱们以后是一家人，你该叫我一声哥。你想娶安宇？刘喜看陈阳的脸色有些不安。安宇嫁给我肯定幸福。陈阳冷冷盯着他。想谈可以，1个星期凑够200块彩礼，不然以后别来我们家。刘喜闻言脸色难看。200块也太多了，彩礼可以慢慢谈。 1个星期挣200块很难吗？陈叔，你知道我家情况，我上哪弄200块？你管管你儿子，他这是为难我。陈阳早知道刘喜家境，故意以此刁难。刘喜被对得满脸委屈，却不知如何反驳。200块钱对刘喜而言是天文数字。刘喜一脸不解地盯着陈元朝。陈叔以前不是这样的，怎么儿子不讲理，老子也跟着不讲理？刘喜，别指望我爹了，我爹嫌你本事不够，不可能把安瑜嫁给你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刘喜不服气地瞪着陈阳。我好歹在教育局工作，你呢？呵呵，我不需要在你面前证明自己的本事。陈阳，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又不娶媳妇，凭什么张口就找我要200块钱？凭什么？凭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我要是你，早就夹着尾巴溜走了，谁叫你惦记不该惦记的？刘喜气得说不出话，转向陈元朝。陈叔。陈元朝径直朝自己屋子走去。还赖着不走，想干嘛？陈阳人高马大，强大的压迫感让刘喜瞬间没了脾气。陈老二，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先走了。刘喜小心翼翼地伸向桌上的那袋点心。这是我买的，我得拿走。
陈阳冷冷一瞪，刘喜抓起点心，刚跑到门口，就撞见抱着洗衣盆的林安瑜。安瑜，林安瑜压根不搭理他。一旁的刘淑芳看不下去，婆婆妈妈的，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有屁快放？刘姨，我是真心喜欢安瑜，你能不能跟陈叔好好沟通一下，别让他被陈老二带坏了。陈阳怎么了？陈阳说错了吗？亏你还念过书，一点眼力见都没有。你以前吃住在我们家，临走了屁都不放一个，现在还说我儿子坏话，你读书读狗肚子里去了，滚！刘喜被呵斥的一脸蒙圈。安瑜，你不是想当老师吗？你跟我结婚以后，我可以给你落实教师资格的事，怎么样？林安瑜瞥了一眼刘喜，我不喜欢你。仅仅5个字，让刘喜如遭雷击，手里的点心啪的掉在地上，他眼神涣散。刘喜，你家里条件也不好，把点心拿回去给你的兄弟姐妹们吃，缘分这种事情不能强求。你要想结婚，就找个跟你看得对眼的。刘喜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陈阳想出去看看，行了，让他哭一会儿就走了。10多分钟后，刘喜的哭声消失，陈元朝从屋里出来。你没跟刘喜动手？我哪敢呀，他那副小身板，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小，我就说了几句话，就把他吓哭了。陈阳与刘喜的对话被林安瑜听得一清二楚，他咬着牙不敢笑出来。此刻看到陈阳，心跳莫名加速。安瑜，你不是要当老师吗？抓紧时间回屋看书去，快去吧。林安瑜回到房间后，根本静不下心。老皮家的院子里，陈卫国因伤势郁闷叹气。你要想恢复到我这个水平，起码还得等个10天半个月。陈老啊，你越劝我心里越堵。我昨晚好像听到老皮家说梦话，却没听清楚内容。陈卫国，该不会是你做梦了吧？你听说过地日草吗？没有。陈卫国手捧笔记本，眉头紧锁，他正纠结地日草到底是不是一种草。灰土犬吠声响起，陈卫国抬头望去，只见院外站着一位中年人，背着一把大巴利步枪。老乡，请问陈阳在吗？你是哪位？找陈阳做什么？我是省城来的，姓张，和陈阳约好了上山打猎。你来的不巧，陈阳今早上就上山了。他怎么就上山了？也不等我一下。陈卫国盯着对方的枪。他今早一个人上的山，说是去打些野味。张同志，你以前和陈阳一起上过牛心山？那肯定的，我来过2次，都是陈阳小同志带我来的。他刚上山没多久，我得去找找。牛心山这么大，你上哪找去？上山就一条路，兴许能遇上。我这枪头回带过来，不上山开几枪太难受了。你咋找到这儿来的？我先去了陈阳家，没见着人。听他家人说，他最近在村口老猎户家。你是老猎户的儿子吗？老猎户情况咋样？我不是老皮家的儿子，他伤得重，但现在好多了。我叫陈卫国，是刘家湾民兵队长。张主任伸手与陈卫国握手，目光落在他手中的笔记本上。你这是在看书学习？不是，请问你听说过地日草吗？没听过，我最近在看牛心山一带的县志，还没看完。这是牛心山特有的草吗？陈卫国把笔记本递给张主任。我也不确定，劳烦你帮我看看，见过这种草吗？张主任翻开笔记本，看到文字后愣了一下。这不是神话故事吗？神鸟要吃地日草，被西河拦住了。张主任看到地日草的图画。这是地日草吗？怎么不是吗？这哪是地日草，这是六角莲啊！陈卫国满脸好奇。六角莲是什么？六角莲是稀有的草药，根茎有毒，但叶子泡水能舒缓病痛，恢复元气，只长在阴湿谷地，8年才长成一株。不过这画的不对，六角莲只长一片叶子，这画上多片叶子，错了。人家写的是地日草，不是六角莲，画的不一样很正常。陈卫国心里犯嘀咕，想起当年在部队见过的单叶怪草，莫非就是六角莲？灰土这时叫了一声，冲了出去。快跟上他！什么？我们没喂他，他都是自己上山抓野兔。你跟着他，兴许能碰到陈阳。他是叶儿皇的娘，叶儿皇跟着陈阳上山了。张主任见状，就跟着灰土往牛心山赶。另一边，牛心山上，陈阳领着猎犬叶儿皇搜寻猎物。运气太差了，陈阳10多天没上山，这次格外走背运，一只野物都没碰见。叶儿皇迟迟未归，陈阳渐渐担心起来。叶儿皇，叶儿皇，没有任何回应。陈阳察觉不对劲，陈阳握紧古苗刀，朝叶儿皇离开的方向摸去。不远处的灌木林突然晃动了一下。叶儿皇，灌木晃动得更厉害，有东西要钻出来。陈阳屏住呼吸，死死盯着灌木林。陈阳上山不足2公里，一个虎头虎脑的野物从灌木丛窜出，身形比老虎小，比狗大1圈，金黄皮毛布满黑色斑点，肌肉紧实，正是成年金钱豹。陈阳瞳孔骤缩，脸色发白。不对劲，牛心山外围怎么会有金钱豹？金钱豹距陈阳不足30米，死死锁定陈阳。陈阳第一反应是跑，可在山里比速度或者爬树都是死路一条。金钱豹低沉咆哮一声，朝陈阳冲来。陈阳果断侧身躲到大树后，金钱豹速度极快，瞬间逼近陈阳身后。陈阳转身挥刀，身体却因发力失衡摔倒在地。金钱豹前爪狠狠踩着陈阳，200斤的体重让他剧痛难忍，浑厚的犬吠声响起。陈阳愣神睁眼，看到压着自己的金钱豹抬起头，警惕望向灌木林方向，枪声如惊雷贯穿树林。金钱豹受惊，松开陈阳后退数米，紧盯灌木林。第2声枪响，金钱豹忌惮枪声，扭头逃窜进深山。陈阳望着金钱豹消失的身影，
仍有劫后余生的恍惚，他听出枪声是大巴里发出的，叶儿黄朝陈阳跑来，后面是张主任和灰土。哎呦，总算是撵上来了。张主任，你怎么来了？张主任一脸紧张打量他。陈阳同志啊，你有没有受伤？还好，还好，幸亏你及时出现。张主任，这回你可救了我一命啊！哎，小同志，上了这牛心山，你救我，我救你，恩情早就理不清了。刚刚扑你的是什么野兽？我没看清，见你吃亏就急着开了2枪，当时视野差，他打中你，2枪都是往天上打的。那是头花豹。张主任两眼瞪大，满脸不可思议。这附近居然有花豹，你以前遇到过吗？没有，之前牛心山外围只有野鸡野兔，顶多有野林子。那上次咱们遇到的成群狗豹子，按理说也不该出现啊。这话问住了陈阳。狗豹子本是独居动物，上次遭遇的5、60头，以及这次的花豹都透着反常。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没想通，老皮家也是因为狗豹子上山才受的重伤。我今天来找你，先去了老猎人家，跟着他家的狗上山，才找到你的。陈阳看向灰土，灰土，回去下山。灰土看了眼陈阳，又盯着脚边的叶儿黄，不愿离开。陈阳看向叶儿黄，快跟你妈回家。叶儿黄犹豫又委屈地跟着灰土下山了。这2条狗太有灵性了，都是老猎人带出来的吗？是的，狗走了，我们也尽快下山，花豹可能折返。张主任虽惋惜没打成猎，但也知晓危险，点头答应了下来。小同志，山上有花豹，会不会威胁到村子？陈阳心里咯噔一下，想起李婶孙子被狼叼走的事，脸色凝重。这头花豹必须尽快解决，不然早晚会出事。对，得多带人和武器上山，花豹太凶猛了。陈阳看向张主任，冒昧问一句，你该不会想跟着来打花豹吧？哎呦，小同志，这是什么眼神？山上有猛兽危害群众安全，我岂能袖手旁观？陈阳明白，张主任是没打成猎憋得慌，不过有他这打猎经验，可比民兵靠谱多了。第日草的烦心事还没消散，牛心山又出现了花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主任，咱们先去老皮家找陈队长说下花豹的事。正好，我也不急着回，顺便去看看老猎人。灰土和叶儿黄在院中，陈卫国站在屋檐下张望。天还这么早，你们咋就回来了？这位是滨阳机械厂的张主任。张主任，这是民兵队长陈卫国。原来是张主任，早就觉得您不一般，没想到这么有来头。哪里，我就是个爱凑热闹的。先进屋说吧，有要紧事。老皮家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这位就是老猎人吧？这是咋弄的？受这么重的伤？在山上遇到了猛兽，我和陈队长差点都交代在那。真是凶险！今天在山上居然还遇到花豹了。陈卫国一听花豹2字，猛地一怔。牛心山最近咋回事？又是狼群又是野猫子，现在连花豹都出来了。我看县志记载，100年前这里曾组织过打虎，之后一直太平。牛心山最近有没有地质灾害？应该没有，能惊到野兽的地震泥石流动静多大，村里人不可能不知道。张主任皱眉思索，不经意间看到笔记本。小同志，你这笔记本哪来的？偶然得到的，不说这个了。咱们说打花豹的事，陈队长伤势未愈，没法上山，咱们缺少人手。陈阳故意岔开话题。上次一起打狼的3个民兵就行，你救过他们，还分了狼肉，他们肯定听你指挥。人选没问题，但咱们缺枪，你的大巴力还没修，就张主任一把枪不够保险。现在政策卡得严，枪都在民兵团仓库，平时动不了。张主任眼前一亮，要不我回厂里保卫科借几支，我们可有38大盖，还有几把56冲。56冲，那可是好枪。太好了，张主任，枪什么时候能送来？我今天回去领，不出意外，明天中午就能到。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民兵，明天下午咱们就上山干掉那头花豹。陈队长，你有伤，就在家照顾老皮家吧，有我和张主任就行。陈卫国兴致瞬间低落，张主任也连忙附和劝说。下午，张主任回到厂里，直奔厂长薛卫东办公室。老张，你不是去打猎了，这么快就回了？别提了，没打到猎物，在牛心山遇到花豹了。花豹，你找我不光是说这是吧？还是厂长你精明，我想从保卫科借几支枪，花豹速度快，不好打，用56冲，一梭子就能解决。行，我批条子，不过明天晚上之前得还回来，保卫科晚上还要巡逻。谢谢厂长，我保证按时归还。张主任拿到批条，先去市场买了2两猪头肉，半斤花生米，又买了1瓶汾酒，才拎着东西去了保卫科。老李，保卫科主任看了眼东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好久没跟你喝酒了，过来聚聚。另外还有件小事，想请你行个方便。张主任掏出批条递过去。又借枪，把枪借你们，我们保卫科同志拿拐棍巡逻吗？老李，谁没个急事？厂长都批了，我明天晚上之前肯定还回来。先不说这个，咱们喝酒。喝酒，你还不一定是我的对手。哎呦，我很多地方都不是你的对手。哼，你别不服气，今天你要是能赢我，我就把枪借给你。来来来，窗外已挂起夕阳，时间过去了1个多小时。老李，酒也喝好了，该领枪了吧？李主任脸颊通红，走，拿枪去。两人刚走20米，一名保卫科年轻人急匆匆走来。等一下，李主任。年轻人拦在两人面前，眼神歉意地看向张主任。薛厂长发话了，这枪不能借。什么？我有厂长的条子，你个小同志乱插什么手脚？赶紧散开！
张主任就是厂长让我来的，还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李主任酒意醒了几分，看向张主任。老张啊，不是我不接，你还是去问问清楚吧。张主任眉头紧锁，神色低沉。徐卫东不是出尔反尔的人，突然反悔，肯定出了别的事。薛厂长坐在办公桌后，眉头微蹙，并未下班。厂长，老张啊，枪没借到，是不是心里有怨气？不是，厂长，我就是来问问原因的。老张，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什么？厂长您了解我，我怎么会得罪人？你走后不久，有人来办公室，命令厂里不能借枪给你，我问缘由也被拒绝了。那人是谁？怎么能管我们机械厂的事？薛厂长伸出一根手指，往上指了指。张主任瞬间明白，对方级别极高。不会吧？对方知道你们要上山打花豹，专门拦着不借枪，明显是针对你们。你没得罪人，难道是陈阳？陈阳？可他在小山村，怎么会招惹大人物？枪借不了了，你还跟着陈阳上山打花豹吗？我答应了陈阳，必须有个交代。实在不行，就从其他地方找枪。你们小心些，问问陈阳是不是不小心得罪了人，问清缘由，我看看能不能帮着求个情。明白了。次日中午，老皮家院子外，小刘和几名民兵在院子外等候，神色紧张又兴奋。陈大哥救过咱们，可不能退缩。陈阳、陈卫国从院子走出。队长，陈大哥。吼什么吼？老皮家还在里面呢，你们跟着陈阳上山，别像上次一样没用。花豹比狼厉害，都给我完整的回来。明白。张主任火急火燎赶来，只背了一把大巴力。张主任，枪呢？枪没借到。张主任把昨天的经过全盘说出。谁这么大权力，还专门针对咱们？薛厂长让我问问陈阳，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陈阳内心思索流喜，但很快否定。陈阳最近就得罪了野猫子，总不能是他亲戚来报复吧？对方知道我们借枪打豹，明显是故意使绊子，说不定在计划什么。他就是想让我们空着手上山，现在花豹随时可能下山，只能上报情况，让上面指派民兵带枪来。只能这样了，但组织民兵需要时间。我去镇上武装部沟通，召集人上山，我出面能更快集合周边村的民兵。我去隔壁村借电话上报。两人当即行动。张主任骑车去镇上，陈卫国去借电话，陈阳拿出牛皮笔记本翻看，思绪烦乱。能有这能量的只有笔记本的主人，他怎么知道我的？陈阳望向远方的牛心山，山峦宏伟如高墙，遮挡了半边天空。陈阳坐在屋檐下，脚边的叶儿黄叫了一声。陈阳抬头看到院外陈卫国走了进来。我已经给镇上武装部打了电话，上面知道花豹的事了，有张主任配合，估计很快会调度周围村子的民兵，到时候靠你帮忙领着搜寻花豹了。张主任推着自行车走来，脸色不佳。陈阳心中一紧。张主任，镇上什么情况？陈队长，你给武装部打了电话吧？打了呀，武装部知道牛心山的情况了。张主任，出什么事了？可武装部的人告诉我，要等他们核实山上的情况后，再决定是否组织民兵上山。陈阳听出这是典型的打官腔。不应该啊，调动民兵不是小事，核实消息正常，但张主任你出面了，他们不该这么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没想到啊，对方居然连武装部都……张主任没继续说，再次看向陈阳，答案呼之欲出，是有人在背后阻挠。这么说来，我们要枪没枪，要人没人，这还怎么上山打豹子？陈阳没想到对方的势力范围如此之广，这种被人掌控的感觉让他很不好受。花豹活动地带离山下太近，不赶紧除掉，后患无穷。不但那几个民兵上山了，上次打狼他们的表现你也看到了，这次对付花豹又没合适的枪，带他们来反而得不偿失。小同志，实话告诉我，就凭我们几个，有办法弄死那头花豹吗？布置些陷阱的话，大概有5成几率，这5成里还得看运气，花豹钻陷阱就稳了。运气不好，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只能听天由命。那这么说来，只能我们2个人上山了。张主任看向叶儿黄，还有他，没他可不好找到花豹。要不我也……陈队长，你的任务是留守大后方，照顾伤员，稳定局势，让我们能安心上山。没错，眼下我们要对付的不只是花豹，还有看不见的敌人。陈阳小同志，我知道你惹上的麻烦不简单，看在咱们在牛心山互相救过命的份上，我站你这边。巧了，我这条命也被陈老二救过，我也不能装作不知道。陈阳心绪翻涌，眼神动容。上一世的陈阳与2人没有任何交集，而这一世却因打猎结下过命交情。张主任，陈队长，谢谢你们。等处理完花豹的事，我就去找到那个人，弄清楚他的目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眼下先专注对付花豹，我计划明天一早上山布置陷阱，引诱花豹上钩。张主任，能不能把枪借我用用？当然可以，你的枪法比我好，枪你拿去用。几人敲定细节，约定次日一早上山布置陷阱捕杀花豹。张主任因路途遥远，决定今晚住老皮家。陈阳，你这么多天没回家，今晚回去陪陪父母吧。陈阳独自往家走，陈元朝坐在台阶上抽着旱烟。妈，我回来了。陈元朝抬头，脸上闪过一丝笑意。你妈在做饭，你怎么回来了？陈阳目光落在大盆上。爸，这是要干啥？天要黑了，晚上泡点苋菜的种子。陈阳上辈子五体不勤，听得似懂非懂。你回来的挺是时候，快去洗个手，准备吃饭。刘淑芳从厨房走出。妈，我饿了。等一会，饭马上就做好了。众人吃完饭，陈元朝打听起老皮家的情况。
老皮家那边咋样了？还在昏迷中。老皮家这么大年纪了，还遭这种罪，哎，希望老天爷保佑吧。一提到老皮家，陈阳心情也沉了下来。林安于坐在陈阳对面，默不作声，趁众人不注意，偷偷看了陈阳几眼。晚饭过后，陈阳坐在院子里，思索着明日与张主任上山捕杀花豹的计划。天已全黑，院子光线昏暗，陈阳目光却精准落在水缸旁的林安于身上。林安于正走向水缸，准备舀水倒入泡种子的大盆。陈阳突然起身走了过去，从林安于手中拿过大盆，往大盆里舀水，哗啦啦的水声在院子里回荡。陈元朝和刘淑芳看到院子里的两人，惊得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这小兔崽子怎么这么没眼力见？人家安宇好不容易心情好一些，他凑过去不是遭人烦吗？刘淑芳一把拽过陈元朝，谁没眼力见？你当安于没长脚啊？他要真烦陈阳，能杵在那里不走？你个糟老头子，凑什么热闹？陈元朝愣住，琢磨着刘淑芳的话。那臭小子安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不知道，反正不出意外的话，你儿子要娶媳妇了。真的吗？陈阳舀完水放下盆，林安于转身走进厨房。陈阳松了口气，后悔刚刚没主动搭话。林安于提着一袋苋菜种子从厨房走出，来到水盆前，将种子倒入盆中，蹲下身子，纤细的手伸入水中轻轻搅动。陈阳也蹲下，学着他的样子，将粗手探入水中，五指张开用力搅动，盆里的水哗啦啦作响。林安于抬头看了眼陈阳，你轻一点。陈阳顿首，尴尬一笑。安宇，我一直没做过这些，你能不能教教我？林安于脸上闪过一丝错愕，随即恢复平静。现在是给苋菜种子清洗，把杂质和空壳洗掉，不是在淘米。陈阳听得认真，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林安于日后当老师的画面，暗自希望他能恢复原本活泼灵动的性子，而不是如今这般安静沉稳。安宇，种子洗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该干嘛？现在要把水换掉，然后再用温水浸泡种子。好，我来。陈阳迫不及待端起水盆走出院子倒掉。林安于见陈阳走出院子，又看了眼厨房和堂屋，确认无人后，心里才松了口气。安宇，之前蒋主任找你填表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呢？你不是一直想去省城当老师吗？林安于低垂着头，水中倒映着天上的星辰，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何拒绝。二人沉默了一会，就在林安于准备回房间时，裙子很好看。什么？林安于却已转身走回自己房间，只留下一脸茫然的陈阳站在院子里。心情美丽的陈阳准备回房睡觉，父母的房门突然打开了，月光洒在院子里。陈元朝走出房间，手里拎着旱烟杆。忙完了？忙完了。爸，这么晚不睡觉，有心事啊？陈元朝哼了一声，有个屁的心事！你妈现在太过分了，烟不让抽，酒不让喝，你说这像话吗？陈元朝说完，心虚地瞥了眼自己房间。我妈还不是为了你身体着想。对了爸，你最近多留意下，看咱们家里人有没有被人盯上。你小子又在外面惹是生非了？那倒没有，人怕出名猪怕壮嘛。你儿子现在厉害着呢，容易被人惦记。我会留意的。上一世父子俩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让陈阳一直以为老爹最不喜欢自己，直到重生后，他才渐渐发现最懂自己的就是老爹，老爹甚至还有些腹黑。爸，既然你答应了，我就放心去睡觉了，你少抽点烟，也早点休息。知道了，你去吧。次日早上，天刚亮，陈阳离开家，直奔老皮家。陈阳，我建议你用枪，你的枪法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张主任至今还记得当初陈阳一颗子弹贴着他的头皮打爆狗豹子脑袋的场景。陈阳背着开槽弓，腰间插上古苗刀。没关系，张主任，我还有5支箭，将就着用，出发吧。陈阳招呼叶儿黄和张主任出院子，陈卫国站在门口，眼巴巴目送3人往牛心山走去。叶儿黄在前面领路，陈阳和张主任走在后面交谈。花豹活动范围大，只在自己领地出没，咱们就在前天我遭遇他的那片林子设伏。2人来到一片林子的山坡，陈阳观察环境，这里视野好，还有碎石当掩体，就在坡下布置陷阱。张主任，劳你受累，先挖个坑，我去砍点灌木。好。张主任接过锄头挖坑，陈阳砍来几10根擀面杖粗细的灌木木棍，2人轮流挖坑，土坑越挖越深。叶儿黄在山坡上警戒，耳朵高高立起。陈卫国刚刚给老皮家喂完肉汤，院子里灰土突然狂吠。灰土！陈卫国走到门口，看到山路上有个魁梧矫健的陌生男人往牛心山走去，能看出是个行伍出身的练家子。男人突然回头，陈卫国赶紧躲到门后，灰土转向老皮家的房间。老皮家。陈卫国来到老皮家房间，他看到昏迷10多天的老皮家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老皮家。老皮家眼皮微微睁大，目光呆滞迷茫。对了，肉珍珠，老皮家，你等等。陈卫国转身冲去厨房，风起，林叶簌簌作响。陈阳手里拎着一只耷拉脑袋的野鸡。你从哪里抓来的野鸡？是叶儿黄弄来的。我休息的差不多了，你把野鸡交给我，抓紧休息下，等下还要对付豹子。陈阳将野鸡交给张主任，张主任弄完陷阱回到陈阳身边。陷阱上全是野鸡血，这味道肯定能把豹子引过来，应该没问题。陈阳抬头看天色，时间不多了，最多2小时天就黑了，希望豹子能在天黑前出现。叶儿黄负责预警，张主任端着枪支与陈阳一同靠实境后。今天的风咋这么大？
叶儿皇突然神情警惕，来了。张主任瞬间精神一振，陈阳拿出弓箭，紧盯坡下动静，坡下林子里一道身影窜出。张主任立刻将枪口对准花豹，两人瞬间屏住呼吸，诱饵显然起了作用。花豹再距诱饵野鸡几米处停下，眼睛死死盯着猎物。片刻迟疑后，花豹终究抵不住诱惑，朝着野鸡猛扑过去。花豹爪子刚触碰到野鸡，伪装的草丛塌陷，陷阱洞口瞬间显露，花豹连同野鸡一同坠入陷坑，坑内随即传来气味。两人闻声立刻从石头后窜出，只见花豹大腿、腰腹被锋利树枝洞穿，鲜血淋漓，却仍未断气。张主任端起枪对准坑内花豹，解决了，没想到这么容易，这陷阱没白挖。是啊，我也没料到，看来运气站在我们这边。可惜了，我这几枪糟蹋了这漂亮的皮毛。没关系，张主任，我下去把尸体弄上来，咱们早点下山。坡上突然传来叶儿皇急促的犬吠，陈阳心头一震，有情况。林子又走出一头花豹，这头体型比坑内的更大。张主任迅速举枪射击，花豹速度极快，不等张主任开第二枪，便窜至跟前，枪被拍飞数米远。张主任后退2步，花豹蓄势再扑。陈阳迅速抽出古苗刀，大喝一声，成功吸引花豹注意力。花豹转向陈阳，陈阳认出这头花豹与上次袭击自己的体型相近，猜测他才是正主。快捡枪！张主任硬着头皮冲向掉落的枪，后背暴露给花豹。陈阳趁机上前2步，将花豹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此时，张主任已捡起枪，花豹后背花豹吃痛嘶吼，掉头就要逃走。张主任立刻接着射击，花豹受惊后速度极快。张主任3枪全空，花豹借着昏暗天色，很快逃入山林。娘的，被他跑了，追不追？坑里的是他媳妇，他肯定记恨上我们了，不弄死他，后患无穷。我也是这么想的，他已经挨了1枪，趁他病要他命。两人在林子里追了半小时，天色完全变黑，他们砍了树枝点燃当火把。叶儿皇突然停下睡觉，陈阳举着火把查看，发现前方是林子边缘，矗立着一座覆盖青苔的山岩石壁，地上的零星血迹正朝着岩壁延伸。张主任，那头豹子应该就在附近。陈阳发现张主任盯着几10米外的岩壁发愣。张主任，张主任回过神，脸上满是匪夷所思，抬手指向岩壁。我眼睛不太好，我好像看到了一扇门，你帮我看看，我是不是看错了？月光穿透密林，陈阳顺着张主任的指引望去，眉头微蹙，像是个山洞，方形洞口倒像大自然的巧夺天工。陈阳凑近几步，眼神聚焦洞口上方，这凸起的棱角像屋檐和瓦当。你们这儿还有人住在牛心山上？就算有人住，也只在山脚外围。咱们已经深入5、6公里，都是原始密林，不可能有人。张主任神色凝重。现在9点半，咱们如果没抓住豹子，看情况不对就往山下赶，最多4小时能下山。我们过去看看吧。行，我打头。陈阳迈步前行，叶儿皇只肯跟在身后。张主任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几10米的距离转瞬即逝。陈阳看清洞口真容，那是山壁上开凿出的石门。陈阳停下脚步，将火把往地上一照，花豹血迹延伸进石门。张主任，血迹进洞了，咱们还进吗？张主任走上前，还真有啊。真有什么？前方石壁上刻着4个古字，军动参天。我查过一本虎君山县志，很早以前这山不叫牛心山，叫虎君山，记载有4位山君在此修道。虎君山县志，4位山君寻得洞天福地，潜心修道，后来山下爆发瘟疫，一位书山君下山施法驱疫，百姓便称此山为虎君山。你说这儿会不会是山君修道的地方？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山君，古代县志爱记载光怪陆离的传说，多半是现实加工的。要不咱们先进洞弄死那只豹子？对，先弄死豹子。石门后是宽敞的洞窟，环境干燥。张主任指向角落，陈阳，你看那平整的石台，像不像一张床？陈阳望去，石台旁的岩壁上有烧火灰痕，这就是床，结合县志，该是古人修道居住的地方。张主任四处观察，像老学究般兴致勃勃。陈阳则紧盯地上的血迹，血迹延伸至洞窟深处的黑黢黢洞道。陈阳，快过来看！陈阳走到石床前，看到石锅、石碗，没想到原始林子里还藏着这种地方。张主任，这居住的肯定不是山君，没听说老虎用锅碗吃饭的。传说我没真信，但这些东西让我长了见识。你说这儿的修道人是哪朝哪代的？得找文字记载才能推断。找了一圈没发现，咱们往里走走。好。张主任钻入洞道，陈阳领着叶儿皇跟上，叶儿皇全程谨慎戒备。张主任突然停下，前方出现一处规模更大的洞窟。你看，里面不仅有石床，还有石刻桌凳、石台、石柜，空旷处摆放着蒲团状石垫。这些石质家具虽粗糙，却透着古朴的大巧若拙，宛如精心布置的卧室。张主任3步并作2步走进洞窟，四下打量，啧啧称奇。陈阳跟进，扫视一圈后，神色疑惑：这不是一般的修道场所，这是古人费了大心思打造的洞府啊！陈阳盯着洞窟陈设，若有所思。乍看没什么问题，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一种莫名的不安萦绕在陈阳心头。
张主任目光锁定岩壁上长生二字。长生。叶儿黄在陈阳脚边，浑身颤抖，发出呜呜低鸣。叶儿黄的反应绝非偶然，这是被极度惊吓的表现。陈阳深知他预警能力极强，这洞窟中必定藏着比花豹更危险的存在。别怕。叶儿黄恐惧未减，直勾勾望着陈阳。张主任，这里不对劲，我们得赶紧离开。啊，不打豹子了。张主任见陈阳神色严肃，看到颤抖的叶儿黄。叶儿黄怎么这么害怕？被什么吓到了？不知道这洞里有什么，他遇到花豹都没这么害怕，这里恐怕有比花豹还危险的东西。好，那我们快走。两人走向来时的洞道，刚到洞口，叶儿黄突然急促，呜呜大叫。咱们往回走了，他咋还叫？陈阳停下脚步，叶儿黄瞬间停止叫唤。洞道里有东西。张主任脸色骤变，取下枪支，瞄准洞道。原路不好返回，多半被什么堵住了。这里还有其他出路吗？洞窟另一头有一条深入的洞道，试试吧。我怀疑堵路的是老虎，叶黄闻到了虎味，咱们就一把枪，没把握对付他。好。两人在蜿蜒的洞道中走了10多分钟，迷失了方向。叶儿黄恐惧减轻，先休息一会儿。陈阳环顾洞窟，角落里堆着腐朽发黑的眉目。奇怪，这洞里怎么什么也没有？古人修道生活，该利用这个洞存放东西才对。陈阳目光锁定眉目，瞥见角落岩壁有奇怪痕迹，发现细小刻字：于误入此山中，为山君植仙草，目为物眼，不见其形。张主任转头，一脸不可思议：你认识字不？认识一些。这话是说有人山里迷路，留在此地替山君种仙草，眼睛被遮住，没见过仙草模样。可山君、仙草、县志记载，难道是真的？不可能。我估计是骗人的手段，让惊动的人以为山上有成精的老虎，这里应该是古人修道之地，故意制造假象，以免被人打扰。可能是。我们继续往里走。两人继续前行，叶儿黄安分许多，仍不时竖耳警惕周围动静。两人追入洞道1小时，抵达第4个洞窟，这里与第3个洞窟大小相近，中央摆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石墩子。张主任，你看。两人走近，看见石墩表面刻着纵横交错的直线，分割成网格状，竟是围棋棋盘。这好像是围棋呀。陈阳查看周围，未发现棋子。张主任弯腰细观棋盘，恍惚见边缘有小字：与博山君对弈，书一臂；与众山君对弈，书一鼓；与季山君对弈，书脏腑。呜呼，命不久矣。这段文字惊悚至极。按文字描述，古时候有人在牛心山迷路，替山君种仙草，后来被几只山君吃掉了。伯仲书记应该是4只老虎，正合县志记载，这明显是吃人的故事。如果像你说的是4个打老虎旗号的人类修道，他们怎么会吃人？我是说如果那人刻下这些字以后才被老虎吃了呢？张主任，如果这人都被老虎吃掉了内脏，他哪还有力气刻字呢？陈阳意识到两人有思维分歧。张主任，要不咱们先离开这里，继续往里面走。好。两人继续深入，陈阳突然脚步一顿，两人不知不觉间抵达一处巨大地下溶洞，洞内怪石嶙峋，远处传来阵阵流水轰鸣。有风，附近肯定有出口。叶儿黄迅速平静，圆溜溜的眼睛好奇打量四周，突然朝着前方叫了一声：张主任，咱们还剩几根火把？剩个3、4根吧，估计能坚持2个小时。两人一同走入溶洞深处，溶洞极为宽阔，黑暗从4面8方包裹而来，仅靠火把的微光支撑视野。远处流水声愈发清晰，叶儿黄突然停下脚步，竖起耳朵，警惕地盯着前方黑暗。前方黑暗中传来尖锐气息的嘶吼，声音低沉：是花豹。这声音不对啊，那头豹子咋叫得这么惨？那花豹多半被什么东西袭击了，我们先等一下。什么东西攻击花豹？该不会是老虎吧？不太可能，老虎对付一头受伤的花豹不会这么麻烦。如果是老虎，花豹最多只能叫一声。花豹的惨叫声持续数分钟，从高亢逐渐低落，最终彻底消失。片刻后，淡淡的血腥味飘来。张主任脸色一变，那头花豹该不会被什么玩意儿咬死了吧？很有可能。陈阳心中疑惑，能将花豹咬杀数分钟，说明攻击者咬合力不强。两人屏息凝神，倾听前方黑暗中传来的窸窣撕咬声源，在几十米外，两人静静等待。耽搁了20分钟，黑暗中的吞咽声消失，花豹尸体大概率已被啃食殆尽。两人面临选择：原路返回，或在溶洞内寻找其他出口。叶儿黄带路。叶儿黄朝着花豹惨叫的方向走了2步，转头看向陈阳。小同志，叶儿黄不会搞错吧？难道我们要往花豹死掉的位置走？陈阳尝试往回走，叶儿黄却不愿挪动。要不咱们闯一回？好，也只能这样了。陈阳抽出古苗刀，与张主任朝前方黑暗摸索前进。前行不远，陈阳发现前方黑暗中有一块巨石，有个东西的尾巴细又长，像鞭子。是什么动物？不太清楚，大概率是巨蜥。大部分巨蜥不危险，很少威胁人类，但这头不好说。巨蜥怕不怕火？用火把试试吓退它。不确定，巨蜥多靠晒太阳调体温，怕火的少见，试试吧。陈阳抡圆胳膊，将火把抛向巨石之间，火把在空中划出弧线，火苗忽闪，落地后哐的一声，火光骤然亮堂。陈阳与张主任借着火光看清，火把1米外有一条黑沉沉的4脚动物，正是巨蜥。两人目光扫过四周，瞬间头皮发麻。
娘的，怎么这么多巨蜥？火光所及之处，密密麻麻盘踞着数十条同款巨蜥，黑暗中似乎还有更多身影在蠕动。火把微光刺破溶洞黑暗，将几十条巨蜥照得分明。陈阳瞳孔微缩，难怪那头花豹会被活活咬死，这么多巨蜥，就算是狮子进来，也得被啃成骨架。现在怎么办？这是圆鼻巨蜥，又叫五爪金龙，一般不攻击人，但这么多数量，情况不好说。我没带那么多子弹，要不咱们后撤？陈阳皱眉沉思，随即眼神坚定。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条路是叶儿皇选的，我信他。你看周围的巨石，咱们从石头上过，小心点，应该没问题。突然几滴水珠落在他鼻尖，张主任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上面怎么会滴水？陈阳前行几步走上巨石，回头示意：这些巨蜥的口水有毒，别沾上，快跟上。溶洞潮湿，巨石表面覆盖苔藓。陈阳动作平稳如桩，张主任则紧绷肌肉，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后背很快被汗水浸透。火把旁的巨蜥躁动起来，张主任太阳穴突突直跳，脸色涨红，紧咬牙关不敢出声。陈阳回头用手势示意张主任忍耐，给我一根火把。张主任将火把递给陈阳，待火苗旺盛吸引巨蜥注意后，将火把扔向前方黑暗。火光延伸，照亮更多蛰伏的巨蜥。陈阳与张主任倒吸一口凉气，两人借着2根火把连成的生命通道前行。陈阳加快脚步，远方水流轰鸣声愈发清晰。水深处应该有暗河或瀑布，出口或许就在附近。一滴水珠砸在陈阳额头，他抬头皱眉，水珠落下的频率越来越高，如同下雨。张主任汗如雨下，双腿打颤。陈阳递去打气的眼神，张主任深吸一口气。两人前行至距水深处不足20米，火光抵达尽头，前方漆黑一片。陈阳伸手向张主任要火把，张主任摇头，示意已无树枝。黑暗中响起密集的鳞甲摩擦声。陈阳抬头，借火光看到头顶水珠如断线珍珠落下，擦过鼻尖，砸在石头上。叶儿皇突然跳上巨石，转头急促地汪了一声。陈阳眼睛骤圆，跑！小同志，往哪边跑？往水声的方向跑。陈阳全力向前奔跑，张主任紧随其后。陈阳仰头看向黑压压的头顶上空，我估计这里快被淹了。什么？我们来的时候不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涨水了？估计是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张主任，不能耽搁了，咱们得立马找出口。叶儿皇一扭身体，转身跑去。陈阳和张主任同时愣了一下。叶儿皇这是要干啥？他多半是找到出口了，咱们快走。两人绕过山岩，赫然发现居然有一块空地。小同志，这真是别有洞天啊！不仅如此，张主任，你看。陈阳指向空地角落，张主任跟随陈阳指引，在空地边缘发现洞口，并且离瀑布声越来越近，两人心潮澎湃。张主任，你现在有没有感觉身体不舒服？什么？你难受吗？不难受啊，就感觉有点冷，还有点饿。陈阳发现山壁已出现渗水裂缝，我去洞口看看情况。陈阳察觉不对，张主任，山体大量渗水，可能要坍塌，得尽快走。张主任按住陈阳，指向洞口某处。等下，这里有字：书山君温厚可亲，余植仙草渐甚，比命余弃于露台。这段文字又是出自同一人之手。陈阳心里突突了一下，扫了眼来时的路，怀疑他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就是所谓露台。那这个山洞会不会直接通往外面？陈阳犹豫间，头顶雨水愈发猛烈，山壁裂缝扩大，巨响震的平台微微颤抖。快跑，张主任！二人一狗顺着洞口的方向狂奔而去。暴雨未歇，狂风摇撼树木，遮挡视线。两人终于在一棵巨大杉树下找到避雨处。二人跑出来才发现，仅仅刚刚二人所在的溶洞山体崩塌。张主任惨白着脸，心有余悸。怎么就咱们待过的那座山塌了？牛心山，山山相连，或许是凑巧，也可能那座山内部有空溶洞，才被山洪冲垮。两人疲惫不堪，我宁愿被雷劈得痛快，也不想在这受煎熬。两人靠在树上，但狂风暴雨让他们毫无睡意。过了很久，雨渐渐停息，太阳高悬，暴雨洗尽天地，天空呈现清透的淡蓝色。陈阳清点装备，古苗刀、开槽弓还在，只是丢了几支箭。小同志，天亮了。天亮了，咱们该准备下山了。张主任翻出一株根茎细长、单片六角星状的植物，这是什么草？什么时候摘的？刚刚奔跑途中我发现的，顺手摘了。这叫六角莲，十分稀有。之前我也跟陈卫国同志说过，和传说的地日草像，价值很高，这么一株能卖大几十块。张主任，你为了几十块钱拼命？洞里看到老虎修道和种仙草的记载，我初见这草没看清，以为是仙草，摘了才发现是六角莲。当时还有点失望，转念一想，来了就摘了。陈阳很清醒，与其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还不如踏实一些，老老实实打猎养家。张主任将六角莲递给陈阳，这是你采到的，我不能要。果然，小同志是兴趣索然啊。张主任又让你受伤，我过意不去，下次打些野味送你。说什么话？我是自愿上山为民除害，要不是你，我可不止这点伤。等我休假，还来牛心山好好打猎。好，不过现在山上野物更危险，下次我得弄把枪。两人在叶儿皇带领下山，可惜了，那个记载着山君修道的洞府就这么没了。那个放家具的洞窟有几个柜子，我都没来得及打开看看呢。
陈阳听到这话，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张主任，天不早了，还有远路要走，赶紧下山吧。好。历经生死劫难的两人向山下走去。陈阳与张主任在猎犬叶儿黄的带领下往山下走去。张主任叹气：这场暴雨像是冥冥中安排好的，特意要抹到这个洞府的存在。也没抹完，还给您留了颗六角莲呢。张主任哭笑不得。叶儿黄突然犬吠，警惕地盯着林子深处。陈阳立刻驻足，神色警惕。有人。林子里缓缓走出一道高大壮硕的身影，步伐沉着稳健，径直朝着二人走来。稀奇，这地方居然有人来。陈阳目光紧锁来人，手不自觉搭在腰间古苗刀上。来人中年模样，走近后眯眼打量陈阳，气场沉稳。你就是搞到何首乌的人？陈阳心中一咯噔，这声音无比耳熟，正是岳医生诊所里那本牛皮笔记本的主人。你是谁？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中年人未答，平静掏出工作证。张主任看到后面路错愕。第7勘探队804工程警卫连长郑北同志，我们这就离开，绝不打扰勘探工作。郑北收回证件，目光锁定陈阳。我没恶意，不然你在诊所偷听时，我当场就能毙了你。我猜你能挖到何首乌，就把笔记本交给了岳医生。果然你拿到了。没错。我今天来是为了地日草。郑北伸手示意交出东西。我没找到地日草，那种东西压根不存在。郑北转头看向张主任：是真的，我们昨晚进过那洞府，确实没找到。您看，洞府都塌了。我不需要听过程。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解决所有问题。这件事告一段落，去岳医生那里拿钱吧。郑北转身，迈着沉稳步伐走进林子。陈阳与张主任眉头紧锁。小同志，你把那本牛皮笔记本带来了吗？我想再看看地日草的样子。没有，上山打猎我就没带。我猜郑北早计划好了，等你拿到东西就出来。之前厂子不借我枪，估计也是他从中作梗。对，现在看一切都清晰了。叶儿黄带领二人下山，一路顺利，临近山脚。很好，下山还能赶上午饭。话音刚落，张主任突然摔倒。张主任，没事吧？没事没事，真邪门，我怎么会摔跤？昨晚下过暴雨，山路泥泞，脚滑正常。不是脚滑，我走得很小心，落脚也稳，绝对摔不了。张主任摔倒后，神色愈发紧张。陈阳，不是我吓你，我刚刚摔倒时，分明感觉脚脖子好像被人用力拉了一下。张主任，别说的那么瘆人。张主任猛地一激灵：我六角莲呢？什么六角莲？不是让郑北拿走了吗？我摘了2颗，不见了，那颗六角莲不见了。陈阳思索片刻，眼神凝重。张主任，别找了，有些东西带不出大山的。张主任闻言愣在原地。哎，走吧。是啊，有的东西长了根，带不出大山的。两人距离村口仅剩几百米。我这模样不方便进村，先去村外河边洗洗。两人在岔路口分开，陈阳独自走向村口。牛家湾村口多户土坯房墙体开裂，刚进村，陈阳就察觉不对劲。陈阳走向自家院子，陈元朝正在院子里。爸，家里咋了？我一路回来见好多房子都垮了，是地震了吗？对，昨晚上地震的，你不知道吗？陈阳面露错愕。陈阳这才想起，昨晚他正在山里，山体垮塌的轰鸣盖过了地震的动静，而地震时间恰好与山体垮塌吻合。爸，家里人没事吧？人没事，就是昨晚一块瓦片掉在我和你妈枕头边，把你妈吓坏了。她带着林安鱼去隔壁村打水了，咱村的河井都翻了黑泥，用不了。爸，咱家房子受损挺严重，干脆盖砖瓦房吧，钱我来想办法。你会烧砖？我告诉你，安鱼那200块钱你不许动。不会，但我可以请人包工钱就行。爸，你放心，我不会动安鱼那200块钱，大丈夫花钱自己挣。你小子现在能挣钱了，行，修房子的事你做主。一名村民走进院子。陈大哥，大伙都到齐了，就等你了。地震后，家家户户都要修房子，村民们想让威望高的陈元朝组织全村行动。你赶紧想好修房子的事，回头跟我说。陈元朝大步走出院子，这时陈卫国刚好走了进来。陈老二，陈队长，你咋来了？我一直在老皮家，刚见张主任来取自行车，才知道你们下山了。他一声你，打了声招呼就走了。我猜你肯定在家。对了，有个好消息，老皮家醒了。真的吗？不会又是只能动嘴皮子吧？这回不是，昨天你们上山后，他下午就睁开眼了。我赶紧喂了他肉珍珠。今早上我起来，就见他自己靠在床头上，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也有血色了，还问我你去哪了。你怎么说的？我怕他担心，就说你上山累点野味。他刚醒没力气，躺到中午，我又喂了丝肉珍珠。一看见张主任回来，就立马赶过来了。走，我们去看看老爷子。陈阳问清详情，断定昨日在老皮家附近的就是郑北来踩点的。陈老二，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陈阳惦记老皮家。陈队长，咱们走快些。陈阳步入房间，老皮家靠床，笑着看他。老爷子感觉怎么样？好得很，就是肉珍珠给我吃太浪费了，要是拿去卖就能发财了。见老皮家气色尚可，陈阳确定这是肉珍珠起效了。老爷子，肉珍珠不便宜，你得好好活，别让我亏了。老皮家一笑，看向灰土和叶儿黄，他俩都惦记你，你这是大难不死必长寿。没想到能活，全托你们的福，我欠你们的。别这么说，你对我好，
我拼命也得救你。对，山上陈老二赤手空拳，斗眼猫子屠宰，凶险得很。陈大哥，你功劳也大，是你拼命拖住了他，又带回了肉珍珠。牛星山最近怎么样？花豹已经除了，不用担心。牛星山近来不平常，野物习性本就难捉摸。这些反常会不会和昨晚地震有关？动物能感应地震，但遇到狗豹子是20多天前，跨度太大，不好说。二人也不是专家，无法确定这些事的关联。剩下的肉珍珠，你们分着吃了吧。那不行，老皮家，你刚脱血，根基弱，你吃。我吃不了一整个，再吃反而不好。你说的红图常吃一整个都没事。有些事你们不懂，这些东西能让我活命就够了，不能贪。陈卫国也拒绝吃肉珍珠。那剩下的送我爹娘吃吧。陈阳又想到林安与姐妹。老爷子，4个人吃有效吗？2人吃效果好，这是邪物，别贪。那您好好休息，回来我给您修房子。房子没他，不用修。我伺候好你，你还得给我打古苗刀呢。刀可以借你，打到的是在意。老爷子，你该不会是反悔了吧？老皮家狡黠一笑，嘿嘿，你猜对了。众人聊了一会，老皮家就躺下休息了。陈阳与陈卫国离开，拜托陈卫国照应。陈卫国应了下来。等我伤好后把枪修了，咱们再上山打猎。好，等你伤好了一起上山。那些肉汤到了可惜，咋弄？给灰土和叶黄喝吧。陈阳端肉珍珠回家，看到老爹陈元朝正在院子里。修房子的事咋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们商量挖泥巴，家家户户出人，大家意见统一，几句话就完事了。咱们家我去挖，烧砖也需要泥巴。你知道哪些土能烧砖吗？粘土啊。陈阳想请别人挖粘土，不能耽误了自己打猎。我妈和安鱼啥时候回？2、3个小时就回。行，那我上山看看狐狸套去了。早去早回。知道了。陈阳到放置狐狸套处，看见3只死野兔，觉得可惜，死兔饭店不收，只能留着自家吃。不到1小时，陈阳回家，见陈元朝守在门口。我妈和安鱼呢？还没回。陈阳听闻母亲和林安鱼迟迟未归，心中焦急万分。爸，我去隔壁村一趟。我跟你一起去。父子俩临近鸡头村时，2个村民迎面走来。老陈啊，你们也来了，井水大不到，恐怕得去山里找水了。大哥，你们看到我妈他们了吗？他们就在村子里，咱们村不少人都在那等着井水呢。你妈他们也在。陈阳长舒一口气，陈元朝眉头紧锁。鸡头村的井水怎么了？哎，别提了，先前还有水，打水的人多了，井里就开始有泥水。还不止呢，井底下翻出好多鱼丘，密密麻麻乌泱泱一片，在你江里翻滚。井里面咋会有鱼丘？不晓得，有人想去抓，被他们村的几个老头子拦住了。陈阳心中猜测，井里的泥鳅是地震造成的。不少牛家湾村民聚集在老井附近。陈阳穿过人群，找到了刘淑芳和林安鱼。妈，哎，你咋跑来了？我和我爸担心你们，所以一起过来了。刘淑芳翻了个白眼。这就是我小儿子，干活勤快，还孝顺。父女2眼放光地打量陈阳。小伙子，有媳妇没的？我快要结婚了，已经谈对象了。陈阳偷偷瞥向林安鱼，2人目光交汇。林安鱼害羞转头。你和哪家的姑娘在谈对象啊？叫啥名字？我兴许还认识呢。老伴儿，打不到水就回来嘛，饭都弄好了，等水清澈了，再让陈阳来挑水也行。陈元朝走上前，打断了对话。就你聪明，人家都在这里守着，指不定等会儿水就清澈了呢。你没看到鸡头村的人正在想办法吗？2人看向不远处争执的鸡头村村民，几个老头站在中间，周围围了一圈人。我都说了，那是下面的鱼丘翻窍，肯定有大家伙堵住了井眼，不把那玩意儿请走，鱼丘回不去，只会堵在井里面。李老头，没你说的那么麻烦。依我看，把那些鱼丘都捞起来，不仅水清了，还能吃得到肉。你还想吃肉？这玩意儿吃不得，井眼被个大家伙堵住了，你们哪个敢下去抓鱼丘？陈阳心中狐疑，好奇地走到井口边张望，井下冒着黝黑的泥水，偶尔有几条细长泥鳅在淤泥里翻滚出气泡。李老没说错，水下真有大家伙。我之前想下去逮泥鳅，下到一半就看到井里淤泥翻滚，那东西比我手臂还粗。你看清楚是啥东西了吗？没太看清，像是一条蛇。陈阳转头看向李老头，此时众人已被李老头说动。这玩意儿是土里跑出来的，估计怕造火，去弄点生姜来，说不定能吓走它。大爷，你是准备给那东西喂姜吗？万一人家不好那口呢？李老头打量陈阳几眼。你是谁？不像是我们村的，去，一边去。陈阳没动，陈元朝连忙上前。李叔，莫跟我家娃娃一般见识，我回去收拾他。哟，是你呀，这是你幺儿？是啊，难怪我看他第一眼就不顺眼，果然老子啥样，崽子就啥样。陈元朝陪笑着，狠狠瞪了陈阳一眼。愣着干什么？赶紧找你妈去。陈阳朝母亲方向走去，身后传来李老头不满的声音。嚯哟，刘淑芳也来了。陈元朝，你们一家子硬是会凑热闹哟。陈阳心中疑惑，上一世并没有关于他的记忆。
陈阳站在林安于身边，心绪恍惚。林安于的清丽模样格外醒目，他能感觉到周围不少男青年的目光都在这边流连。陈阳像护住地盘般，故意往林安于身边凑近，两人突破了安全人际距离。林安于并未表现出排斥。陈阳见状，便想趁此机会搭话，但刘淑芳身旁的妇女总时不时瞟向这边，让他始终没找到机会。妈，那个李老头是谁啊？一个疯老头。陈阳本不爱听八卦，但见母亲盯着李老头的眼神充满敌意，不由得好奇起来。他知道母亲的性子，直接追问定然不说，便打算用激将法。妈，李老头得罪你了，我看他人还不错。刘淑芳瞬间炸毛，人不错，你真跟你爹一个德行，都是来气老娘的。行，你爷俩都觉得姓李的不错，以后给他养老算了。陈阳一脸茫然，旁边的妇女见状咯咯笑起来。婉儿，你不晓得哇，那个李老头以前有个女儿，是你爹的老相好，哈哈哈。李桂兰，就你长了嘴是不是？信不信老娘把你嘴撕烂？哎呦，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说说怕啥子嘛？陈阳瞬间明白李老头看不惯父亲的缘由。李桂兰见刘淑芳真生气，又连忙笑着哄了几句。妈，我爸跟李老头在聊什么呢？我哪知道，你爹估计又想去帮忙，也不想想那李老头那么不靠谱，瞎凑什么热闹。陈阳顺着母亲的目光看去，只见父亲不停对李老头点头。刘淑芳也察觉到不对劲，脸色变得阴晴不定。陈元朝走到刘淑芳面前，老伴儿，你带娃们先回去，我要留下来帮忙弄通那口井，不然大家都没水喝。陈元朝，你脑壳也有病是不是？跟着姓李的疯，在场那么多年轻人，轮得到你下井？他们村的人不相信李叔，就算下井也不上心，容易出事。李叔叫得那么亲，是哟，他们李家的事，就你陈元朝最上心。陈阳见气氛紧张，赶紧打圆场。妈，你知道我爸就爱学雷锋做好事，他心里绝对没别的想法。要说上心，他对你最上心了。刘淑芳哼了一声，没再发作。爸，你跟李老头到底聊了啥？非要帮这个忙？井下要是真有手臂粗的蛇，下井太危险了。李叔说井下那东西不是蛇，是地滚龙。啥是地滚龙？李叔跟我解释了半天，我也没太听懂，反正就是像蛇又不是蛇的东西，所以他才不让乡亲们下井捞。哼，陈元朝，你还真信他的屁话？陈阳虽不确定井下未知动物是否危险，但从李老头的态度判断，那所谓的地滚龙绝非善类。他本不愿父亲下井，却深知老爹性子执拗，连母亲也劝不动，又瞎折腾。你们不用担心，没那么危险。李叔安排妥当了，鸡头村还有几个小伙子跟我一起下井。爸，让别人跟你去我不放心，我陪你一起下井。你儿子好有勇气哦。刘淑芳瞪着陈元朝，你自己乱来，还带上儿子，好样的。陈阳并未在意老爹的夸赞，他早已习惯冒险，心态平和。这时衣角被轻轻扯动，陈阳转头与林安于对视。陈阳还有叔叔，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林安于目光慌忙移开，这一瞬的温柔被陈阳捕捉，心底似有清风拂过，神清气爽。元朝，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对了，我儿子跟我一起下井。你让你儿子也下去。行，我去让村民找些姜来，再找几个人跟你们一起。李老头的眼中多了一丝赞叹。不用了，井口窄，人多反而碍事，容易出危险。得知有人下井，两村村民纷纷围拢。李桂兰在人群中兴奋地指着陈阳介绍，神色得意。陈阳瞥见母亲和林安于眉宇间满是担忧。别看了，你越看你妈越担心。陈阳收回目光，看向井口的粗麻绳。你们俩听好，下去后找附近的洞，那是出水的井眼，被地滚龙堵上了，最好别弄死它，撵走就行，以后这口井就没事了。大爷，你说下面是地滚龙崽子，把他们妈撵走，他们怎么办？他们也会走的。刘淑芳和林安于相互搀扶，手臂僵硬。阿姨没事的，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安于阿姨没事，你也别紧张。林安于刚想辩解，却发现自己紧紧抓着刘淑芳的手臂，神色一滞。这老东西和小东西从来没让我省心，平时看着烦，看不见又心里空落落的。现在他俩都在井下，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像我的心也在下面，闷得喘不过气。刘淑芳观察着林安于的脸色。安于阿姨多嘴问一句，你不生陈阳的气了吧？林安于抬眸与刘淑芳对视，随即慌忙避开，心跳加速。曾经陈阳的名字是烙在林安于心口的烙铁，只剩恨与厌恶。如今烙铁不见，只剩炙热温度，让他心血沸腾，面红耳赤。安于，你和陈阳的事该考虑了，考虑什么时候把婚结了。林安于脸颊滚烫，心底轻轻嗯了一声，却害羞的说不出话。刘淑芳见他不语，不再追问，转头看向人群中的李桂兰，神色头疼。没一会儿，陈元朝和陈阳爬出井来。陈阳一眼看到老妈刘淑芳和林安于。妈，我和爸回来了。刘淑芳看着浑身是泥的陈阳，眼眶泛红。乖儿子，你没事吧？妈，没事的，我和爸都没事。但这时陈元朝捂着左胳膊，无精打采地走来，神色憋闷。刘淑芳见状，眼神瞬间湿润，瘪着嘴确认两人无碍后，刘淑芳才稍稍宽心。
目光落在陈元朝的胳膊上。老头子，你手绑子咋回事？没事，蹭破了点皮。刘淑芳仔细摸了摸陈元朝的胳膊，再三确认。叔叔，陈阳，你们没事吧？林安于虽保持淡定，但目光扫过陈阳后，便下意识垂手。周围人多，他不便展露关心，只靠余光留意着陈阳。陈阳盯着低头的林安于，林安于察觉目光后，头埋得更低。臭小子，外面这么多人，哪有这么盯着姑娘看的？陈阳嘿嘿一笑，移开目光。李老头走上前，目光落在陈元朝身上。元朝，井下具体情况咋样？乡亲们也看到了，就是那条地滚龙走了，让出井眼，井水就冒出来了。对了，李叔，你说的对，地滚龙走后，水涌出来，他的崽子也跟着不见了。你们是用江弄走地滚龙的吗？李叔，不提这个还好，你一提我就来气。你给我们父子俩出的什么馊主意，用江根本不管用。要不是我儿子用火下跑那条地滚龙，今天我们父子俩差点就……陈元朝话到嘴边停住了，顾忌着身旁的刘淑芳，没敢说出井下的危险。李老头没追问，皱着眉。不可能呀，怎么会没用呢？李老头像失了神，转身缓缓走向角落。看吧，我就说是个疯老头。众人都没把李老头放在心上，唯有陈阳看着他的背影，微微皱眉。元朝啊，咱们十里八村出了你这么一位热心肠，是大伙儿的福气。要不是你，咱们鸡头村就没水用了。嗨，你客气了，这是主要是我儿子的功劳。周围站着不少牛家湾和鸡头村的村民，牛家湾的人看着陈阳，满心惊奇。这个曾经游手好闲的混子，已经1个多月没喝酒打牌了，还传出了上山打狼的事。回家路上，一家人的话题全集中在陈阳要给家里修新房子的事上。刘淑芳竖起大拇指，满脸欣慰。陈元朝眉头微蹙，在琢磨修房子的钱从哪来。陈阳时不时偷偷瞄向身后的林安于，每一次回头，陈阳都能与林安于的目光相遇。他明白自己想要的救赎已经来了。回到家时已是下午3点，一家人没吃午饭，饿得前胸贴后背。2桶水已经够吃了，明天再去打水，地里用河水就行了。先吃饭。行，那我们先吃饭。陈元朝走进堂屋，目光落在桌上的一碗汤上。这是什么？陈阳嘻嘻一笑，这是好东西。肉珍珠汤早已凉透。陈阳走进厨房，准备加热一下。刘淑芳脸上堆笑，没有离开的意思。妈，你去休息吧，我一个人能弄。知道你能干，跟你说个好消息，妈觉得安于对你有意思，你得再主动点。妈，你问过安于的意见了吗？刘淑芳转头看了眼外面。当然问了，这丫头肯定对你有意思，就是不好意思。你说你早点这样多好，当初非要干那荒唐事。妈，那件事是我当年无知，不懂责任和感情的重要性，伤害了安于，我虚心接受批评。行了，别跟我唱高调，我不是开批斗大会，正经的，打算什么时候跟安于商量结婚？妈，我早就说了，会遵从他的想法，绝不强迫。到底是娶还是不娶？当然娶，我知道你怕我反悔，放心，我会抓紧跟安于联络感情，让他亲口答应。刘淑芳神色惆怅，显然仍有顾虑。以前还信你，现在可不一定。恰逢陈元朝路过，他准备去地里浇水。看什么呢？安于呢？他去清理房间了。昨晚地震落了不少灰，怎么了？没事，你忙你的，早点回来吃饭。我实话跟你说，今天我发现李桂兰看你眼神不对劲，她是干媒婆的，我怕她给你介绍姑娘啊。陈阳瞬间明白，老妈绕了这么大圈子，症结是在这里。你别觉得我瞎操心，你现在不一样了，谁知道会不会有人看上你？我警告你，收起花花肠子，只对安于一个人好。妈，您放心吧，我保证只对安于好。见陈阳态度坚决，刘淑芳转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又停下。对了，安柔一个人在外工作忙，你有空去看看她。过段时间我给她物色个好对象，她性子要强，有见识，一般小伙子入不了她眼。妈，你有目标了吗？没，哪有那么容易。陈阳将汤分成2碗，端了出来。妈，吃饭前你和爸先喝点汤，我爸呢？陈元朝从堂屋房顶探出头。这儿呢。你个老头子，上房顶干啥？一把年纪不怕摔着。地震把瓦震松了，我重新翻一下。爸，我来弄，你先下来喝汤。让你妈喝，我弄完再下。陈元朝，给你脸了是吧？赶紧下来，吃完饭儿子还要挑水呢。陈阳走到安于房门口。安于出来吃饭了。林安于正在擦拭家具上的灰尘，听到陈阳的声音，心间微微一颤。林安于翻出抽屉里的雪花膏，这是姐姐林安柔上次回来送她的，平时她都舍不得用，挤出一点点在手背上，淡雅的桂花香气让紧张的心稍稍放松。陈阳一脸困惑地回到堂屋。安于呢？他。陈阳也不知道说什么。你们父子俩一个德行，在女人面前屁都放不出一个。老伴儿骂他就行，怎么把我也牵扯进来？小伙子，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安于要多耐心，多包容。妈，我算了，我知道了。片刻后，林安于走出房间。安于，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林安于错愕一瞬，
双颊瞬间涨红。你哪只眼睛看见安于不舒服了？吃你的饭，别说话。好像啊。刘淑芳看向安于的手，安于，是你手上的香味吧？林安于轻轻点头。姐姐带回来一些雪花膏，我刚刚擦了一点，这东西味道真不错，以前怎么没见你擦过？我以前忘了。林安于再次偷瞄对面的陈阳，眼中满是期待。陈阳忽然灵光一闪，我就说今天的菜还缺点什么？好了，安于一出来，桌上的香味一下就齐了。陈阳本是真心夸赞，可话语显得有些照本宣科。好在那个年代的男女相处纯粹，倒不尴尬。林安于脸颊瞬间染上红晕，慌忙低下头。刘淑芳见状，向陈阳投去赞许的目光。陈阳心中感慨，从前的林安于绝不会因他一句话就羞红了脸。重生一世，他始终努力弥补错过，如今终于体会到守得云开见月明的美妙。安于，多吃点菜，吃胖点。饭后，天色渐晚，陈元朝去地里给苋菜浇水。陈阳拿起水桶，准备去鸡头村挑2桶水回来。院子里只剩下刘淑芳和林安于。闲着也是闲着，咱们把鸡棚收拾出来吧。地震震垮的院墙砸坏了不少鸡笼。阿姨，那些鸡笼是陈阳用来关野物的，要不要再编一些新的？以前的笼子不结实，被野兔咬断了好几个篾条。陈阳说要修新房子，他现在考虑事情周到，还是等他来安排吧。林安于默默记下，蹲下来清理鸡棚。安于，你手上擦了东西，这些石头脏，别搬了。没事的，阿姨。哎呦，你这孩子，你看你的手。林安于丝毫不在意，即便只是收拾鸡棚，林安于也做得一丝不苟。刘淑芳本想劝说不用打扫得这么干净，看到林安于认真的模样，便咽了回去，心里越发为儿子高兴。这时，叶儿黄跑了过来，他平时就睡在鸡棚。捣蛋鬼，你碍着我们做事啦，一边去玩好吗？叶儿黄欢快地叫了一声，林安于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阿姨，我来帮你做饭吧。不用不用，安于啊，晚上就是热几个菜而已，没那么忙，咱们不用都挤在厨房里。刘淑芳坚持安于在院子里休息。从鸡头村回来后，林安于的心境已然改变，和陈阳结婚这几个字在他心里盘旋。林安于心跳加快，忽然叶儿黄窜到林安于脚边，林安于蹲下身。怎么啦，叶儿黄？你身体太脏了，你主人也真是的，也不带你去洗个澡。林安于忽然想起，叶儿黄来了以后就没洗过澡，经常在山上钻来钻去。天色渐暗，缺水的日子里，林安于放弃了给他洗澡的念头。陈元朝和刘淑芳在厨房看着。老伴儿，安于不对劲啊，他怎么这么开心呢？少见多怪，你儿子以后有福了。这臭小子真他妈有福气啊！刘淑芳脸色一沉，怎么跟老娘过日子委屈你了，还愣着干嘛？把菜端出去，没眼力见。过了一会，陈阳挑着2桶水回来了。怎么回来这么晚？爸，我打水时碰到陈卫国，跟他聊了聊老皮家的情况。老皮家心肠好，能活下来是老天爷保佑，他对你有大恩，你得多去看看。巧了，陈队长让我今晚去跟他换岗，照看老皮家，他回去换衣服。好，老皮家缺啥就从家里拿，没有就买。吃水不忘挖井人，你能挣钱全托他的福。爸，放心吧，我一直都这么做。陈元朝叹口气，拉着陈阳走向院外。陈元朝四下张望，确认无人。那个李老头的事，你不好奇吗？陈阳眼睛一亮，正想跟妈打听呢。爸，这里面是不是有事儿？说说呗。陈元朝瞪了他一眼，说个蛋，你可别问你妈，不然我这段时间别想回屋睡觉。那我问你总行了吧？就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当年我本来相中的不是你妈，是李老头的闺女，后来他闺女出了事。原来是这样，你这什么表情？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是怕你乱猜。爸，你主要是怕老妈吧？陈元朝老脸一绿，拿起旱烟杆要打，陈阳赶紧躲开。开什么玩笑？你这几天去鸡头村打水，难免碰到李老头，别跟他说话。为啥？他还能吃了我？这李老头不简单，有些古怪，我说不清，你听我的就行。好好好，我都听你的，绝不跟他有瓜葛。这段时间，陈阳没进城采购，家里米面快见底。他盘算着抽空去镇上买粮食。陈阳如约而来，陈卫国在门口等。我去隔壁村挑水，你多守会儿老皮家，我晚点来换你。陈队长辛苦，你快回去吧。陈阳走进老皮家的屋子。老爷子，身体怎么样了？好一点了，就是在床上躺久了身子软。要不我给你弄副拐棍，帮你康复训练。不用，过几天就能走，好了还能上山。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陈阳愣了一下，将与张主任发现古人修道洞府的事全盘托出。我猜您在山里混了大半辈子，可能知道那个洞府。那片我去过，可我不记得有山洞。山里的东西，山神爷让你看见才能看见。老皮家给陈阳讲了一件20年前的往事。当年村里有个4岁娃娃丢在牛星山，几百号人搜了几天都没找到，父母都认命了。回家却发现孩子在厨房吃馊了的米糊糊。孩子说在山上大石头上睡觉，被个白胡子老爷爷揪耳朵赶下来，一睁眼就在家门口了。那小孩现在在哪？早就死了，下山不到半年，突然生了场大病，没救活。陈阳愣住，陷入沉默。那小孩啊，可惜了。老爷子，那小孩的死难道和他在山上的经历有关？
谁知道呢？山上的一些事不能用常理去判断。老皮家的话提醒了陈阳，他推测郑北找人上山寻找地日草，实则是为背后之人求长生。老爷子，我猜郑北也认为地日草不存在，拿了6角莲，这次之后应该不会再出现了。我看未必。您是说这事还没完？这点我也不敢肯定。只要这牛心山还在，人的欲望就不会消失。黑夜中的牛心山如蛰伏巨兽，令人心生畏惧。两人闲聊2-3个小时，直至陈卫国回来换岗。月色皎洁，院子洒满荧光。陈阳轻手轻脚走进院子，听到陈阳回来，林安宇打开房门，站在门口，神色局促。安宇，你还没睡啊？看到站在房间门口的安宇，陈阳愣了一下。林安宇站在那里，有些局促。安宇，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没有，你早点休息。林安宇转身想要回房。等一下，安宇，我有话要对你说。陈阳表情严肃，林安宇下意识抓住门框，心跳加速。你想说什么？你先别紧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会娶你的话吗？我知道过去的错难以原谅，但我想让你不再活在痛苦里。我对你好，不只是弥补，更是真心。林安宇脸颊通红，沉默不语。陈阳心生忐忑，以为自己唐突了。是我急躁了，这么晚了也不该空着手说这事。我先回去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陈阳，陈阳紧张回望。我们什么时候结婚？陈阳瞬间激动。安宇，你同意了，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陈阳轻轻握住林安宇的手，突然，老爹老妈房间门嘎吱打开，林安宇羞得挣脱手，转身冲回了房间。陈阳，是你回来了吗？爸，是我回来了。回来了就早点睡觉。第二天，太阳高照，陈阳才醒来。怎么起这么晚？以前这时候早上山了。妈，这几天家里事多，暂时不上山了。下午我去挑水，你上房翻瓦片。刚从地里回来的陈元朝正坐在院子里。爸，没事，我都能干，你休息吧。我还没老到没力气。陈阳在屋顶翻整瓦片，刘淑芳端着水走来。林安宇走上前，阿姨，我来吧。好，你小心爬梯子，别摔了。刘淑芳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满心欢喜。林安宇接过水杯，小心翼翼爬上了梯子。安宇，慢一点。见林安宇趴在梯子上没离开，你快下去，上面危险。梯子很牢靠，倒是你要注意安全。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林安宇脸红，依旧趴在梯子上看着陈阳。屋檐下的刘淑芳看着这一幕，露出欣慰的笑容。刘淑芳虽不知林安宇已答应嫁给陈阳，但见他趴在梯子上守着陈阳不愿下来，心中也有预感。老头子，快去挑水。现在去肯定人多，晚点去。刘淑芳指了指屋顶。陈元朝抬头，面露疑惑。你白活这么大岁数，2个娃娃都跑房顶上说话了，还不明白？赶紧出门，别在家里碍事。陈元朝恍然大悟。老伴儿，给我2分钱，我顺路打点酒。2分钱哪够？我多给你一些，要不要？陈元朝慌忙溜出门，家中只剩陈阳和林安宇2人。那个年代的感情朴实纯粹，林安宇想着即将嫁给陈阳，已然带入了妻子的角色。真甜，安宇，再装点水吧，我还要喝。你不怕肚子胀呀？天热起来了，喝了你的水，我浑身都有力气。林安宇心中一暖。安宇，你别上来了，我下来喝。安宇，你陪我说会话吧，我都出汗了，正好休息一下。林安宇取来帕子，刚要递出，我手脏，你帮我擦吧。你就不能洗手吗？林安宇还是轻轻将帕子敷在陈阳脸上。林安宇慌忙替陈阳擦完汗，与陈阳四目相对。安宇，你也坐下，我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呀？当然是我们结婚的事。我打算先把房子盖起来，再找个好日子办婚礼，你觉得怎么样？都行。我听说城里人结婚讲究3转1响，要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那些东西很贵的，我们又不是城里人，不讲究这些，别花那么多钱好不好？那怎么能行？我说过要风风光光娶你，钱的事我会想办法。陈阳上一世未结过婚，这一世只想给林安宇不留遗憾的婚礼。陈阳，你给我攒的200块钱还在，我们就用这些钱结婚好不好？要不咱们什么都不买，结婚就买一对红蜡烛。陈阳开了一个玩笑。好。林安宇纯粹的心意让陈阳万分感动。陈阳，新房子什么时候能盖好呀？快的话2-3个月吧，盖3间房，爸妈住一间，你姐姐住一间，你和我住一间。不，我要和姐姐一起住。陈阳看着活泼的林安宇，非常高兴。安宇，你不一直想当老师吗？为什么没同意讲主任呢？我不想离开这里。陈阳疑惑想追问，林安宇却移开了目光。2个小时后，陈元朝、刘淑芳回到院子。爸妈，你们回来了，干得怎么样了？翻了一半，明天就能翻完了。动作有些慢了。你动作快，光会动嘴。陈阳又不止忙一件事，是吧？陈阳尴尬笑笑，林安宇腼腆走出。叔叔阿姨，饭马上好了。林安宇说完便逃回厨房。老头子，这段时间咱们还得经常出去逛逛。妈，没你们这么夸张的，盯着安宇看，他都不好意思了。儿啊，我们不在的时候，你跟安宇聊了什么？聊结婚的事呗。我和安宇商量好了，等新房子盖好就结婚。我和你爹也是这么打算的。你给安宇的200块钱，我找机会给他。妈，钱的事你安排就行，我得抓紧把房子盖起来。陈阳一门心思想着盖新房、办婚礼，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满是盼头，堂屋里满是欢快的气息。
老妈刘淑芳频频看向陈阳和林安瑜，眉开眼笑。你们俩年纪也合适，等新房子盖好，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添个大胖小子，日子多红火。妈说的是。林安瑜全程羞得抬不起头，生怕引起老妈注意。桌下的叶二黄欢快地等着投喂。晚餐结束，林安瑜羞得逃回房间，一整晚都没露面。陈阳刚想走向林安瑜房间，老爹陈元朝坐在外面朝他招手。来聊一下盖房子的事。对陈阳而言，盖新房才是眼下的重点，有了新房，才能正式迎娶林安瑜。修砖瓦房麻烦得很，咱们村没打窑师傅，得去隔壁村请，最少得给20斤谷子。没问题，爸，你人脉广，师傅就拜托你去请了。还得请村里人手帮忙，到时候管3顿饭，可不能像李三河那样一根烟就打发人。爸，你出面最合适，你眼看要当村长，大伙肯定给你面子。陈元朝闻言瞪了他一眼。谁跟你说我要当村长？咱们家盖新房，难免有人眼红，我找几个可靠的人，你也低调点，多露笑脸。放心吧，我懂。70年代的牛家湾格外贫瘠，此前没人有心思盖砖瓦房。父子俩合计后，发现成本主要在人工。爸，新房就盖在那2亩地上吧。那地虽不肥，但用来种菜刚好。我可不像李三河，随便把好地划给自己。李三河落马后，他家10多亩地空着，等你当村长，分出去一部分，留一点自己种菜。没人会说闲话，当村长的恩威并施，太老实反而没人当回事。陈元朝眯眼审视陈阳，最终没发作。你先把盖房的钱弄到再说，不然都是空话。放心，我明天就去省城。第二天一早，陈阳起了个大早，准备进城。刘淑芳和林安瑜站在屋檐下送行。安瑜，要不要和我一起进城？林安瑜愣了一下，刘淑芳推了推他的胳膊。去吧，安瑜，你好久没出门了。在刘淑芳的怂恿下，林安瑜羞答答地跟上了陈阳。一路上，他始终低着头。陈阳笑着走在前面。你都笑了一路了，什么事这么开心？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和你单独出门，等我忙完带你到处逛逛。这次就不逛了，我想去看看姐姐，亲口告诉她我们的事。好，这个光荣任务就交给你了，安瑜同志。二人赶到牛家镇小学时，学校正在上课。陈阳和林安瑜站在校门口，门卫大爷撇撇嘴：“又来找林老师？”“是，大爷，这是他妹妹林安瑜来看他的，麻烦通融一下。”“进去吧。”两人走到宿舍前坐下等候。微风拂过，大树枝叶簌簌作响。下课铃声突然响起。你姐姐应该要过来了。林安柔抱着一摞本子快步走来，林安瑜快步上前。姐姐，安瑜，你怎么来了？林安柔一脸惊喜。林安柔拉着林安瑜热络地聊起来。陈阳站在一旁，上课铃响起，林安柔却仍站在原地。安柔，你不去上课吗？下节没课。他打量了下林安瑜。安瑜，你好像比上一次长胖了一些。有吗？自从陈阳开始打猎，家里不再缺粮，甚至经常有肉吃。姐姐，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啊？还行吧，就是太忙了，衣服都得堆到周末洗，做饭还得我们老师轮着来，又教书又照顾学生，忙得脚不沾地。陈阳见姐妹俩聊得火热。安柔，我替你去做饭，你和安瑜好好聊。那怎么行？煮大锅饭很累的，你肯定还有事，我不能让你累着。没事，安瑜好不容易见你一面，她还有事要跟你说，你们多聊会儿。陈阳别有深意的看了眼安瑜。行吧，我带你去食堂。安瑜，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就回。好的，姐姐。头顶昏暗的橘黄色光芒照亮厨房。你们学校有多少人啊？几百个学生呢，不过等下还有老师来帮忙。食堂虽小，却也能满足基本的做饭需求。放心交给我，你快去陪安瑜吧。林安柔看着陈阳，迟迟未动。喂，这么久不见，你就没什么要说的？说什么？5月了，杜鹃花的花期已经过了。陈阳猛然想起，上回林安柔提议一起去看杜鹃花，当时他要陪张主任上山打猎，拒绝了。就算我没陪你，你自己也可以去啊，这事可不能怪我。林安柔暗自叹气，整理好情绪。前几天地震，家里没事吧？没事，就掉了些瓦片，这2天盖回去就行。还有其他事吗？没事了。林安柔抬头看向头顶的灯泡。陈阳，你说灯泡是怎么亮的？你还真考到我了，我不知道。林安柔用手指点了点他的额头。我来告诉你，灯泡是被点亮的。别动手啊！你怎么没以前温柔了？棚外传来说话声，应该是来做饭的老师，我去跟他们说一声。林安柔走出厨房，和2个老师解释了起来，老师们目光却带着几分耐人寻味。林安柔回到宿舍前，再次询问家里的情况。姐姐，家里的房子还能住人，万一塌了怎么办？要不我请个假，回去帮你们补墙。陈阳说他要重新盖新房，他要盖新房，那要花不少钱。叔叔阿姨同意了吗？同意了，他们都听陈阳的。陈阳打猎很厉害，能挣到钱，盖房子没问题。林安瑜正酝酿着要说自己与陈阳结婚的事。对了，安瑜，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打听到省城有个小学空了个教师名额，你再试试。林安瑜面露犹豫，对他而言，当老师曾是梦寐以求的事，但去了省城，与陈阳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别担心，你年轻，学历高，只要有合适的单位推荐，一定能成，我会帮你的。谢谢姐姐。走吧，去我宿舍，我给你看看学生写的作业，可有意思了。林安瑜跟着林安柔来到宿舍，宿舍内家具简陋。安瑜，你坐，我给你找几篇学生的作文。
林安于心中满是对教师职业的钦佩。林安柔拿着学生的作文给安于讲着学校发生的趣事。林安于懂姐姐的心意，这些都是为了坚定她当老师的决心。可一想到未来难见陈阳，心中便满是矛盾。姐姐，其实我和陈阳，我知道你和陈阳闹矛盾了，是不是？林安于愣了愣，神情恍惚片刻。啊，以前算是吧，不过都过去了。他现在变了，变得很好了。是啊，他真的变得很好了。安于，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说陈阳的事。什么事啊？上次回家发现他变了后，我就觉得你们闹了矛盾，问你，问叔叔阿姨，甚至问陈阳，都没人说。我真的很担心你，虽然我们不是亲姐妹，但我不想你受一点欺负。林安于望着眼前的姐姐，愈发觉得这份情谊比血缘更珍贵。姐姐放心，我们现在没事了。太好了，这下我终于能跟你说另一件事，还是关于陈阳的。林安柔向前凑近。姐姐，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安于，我好像对陈阳有些，就是我对他。林安柔脸颊泛起春桃般的娇羞红晕，林安于的心猛地一沉，像被巨石压住。姐姐，你对陈阳怎么了？妹妹，我想和陈阳谈对象。5月的阳光温暖宜人，可林安于却觉浑身冰冷。林安柔见他无反应。安于，没事的，姐姐。林安柔眯眼打量他呆滞的神情。安于，到底怎么回事？你该不会，你和陈阳之间到底怎么了？没什么。他脑子一片混乱，无数思绪缠绕成乱麻。张老师、刘老师2位女老师站在门口，笑容满面。李老师，那小伙子不错啊，一个人炒了一大锅喷香的菜，味道好极了。是吗？林老师，你怎么认识那小伙子的？你们俩是不是？刘老师，你这是明知故问。上回他来找林老师，还和徐老师吵了一架，这难道还不明显？饭做好了，你们先去吃吧，不然学生下课就没菜了。女老师笑着打趣离开，未注意到沉默的林安于。安于，他们开玩笑的。上次陈阳是看到有男老师骚扰我才出头的，他没别的意思，我很清楚。姐姐，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应该是发现他改变以后吧，能改邪归正的人，身上有种让人着迷的狠劲，这种人很少。我之前从没正眼看过他，他就像躲在角落的老鼠，满眼贪婪。可回来后，他变成了会为家庭精打细算，敢于担当。上次他背一背篓衣服来学校，有你的、我的、叔叔阿姨的，却没有一件是他自己的。我明白了，姐姐，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比亲人还亲，对不对？是的，安于，你想说什么？姐姐，从小到大你都在乎我的感受，关心我，我也该像陈阳一样变得更好。姐姐，我想抱抱你。姐妹俩在窗前相拥，林安于眼神逐渐坚毅。姐姐，谢谢你。妹妹，你为什么要谢我？姐姐，不用为我担心，我只是觉得我和你之间还有些差距。林安于自小依赖姐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姐姐都是她唯一的依靠。姐姐，我记得杨艳走的时候，你哭得很伤心。安于，这都过去了，当时噩耗传来，不止我，全家人都很伤心。虽然我当时也难过，但没像你一样哭肿眼睛。你突然说这个干什么？没什么，只是有些感慨。这时传来下课铃声，打破了宿舍的寂静。姐姐，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陈阳已经帮我安排好了当老师的事，你不用再操心了。真的吗？林安柔敏锐察觉到妹妹还有后话。真的，我想好了，去省城教书。陈阳等了很久都没等到林家姐妹，陈阳决定带他们下馆子。陈阳见房门紧闭，他便贴在窗户上张望。陈阳敲了敲玻璃，见林安柔走了出来。你敲玻璃干什么？你们饿吗？快叫上安于，我带你们下馆子。我不饿，安于也不饿，你自己去吧。安于也不饿吗？陈阳想朝屋内张望，被林安柔挡住。我说了，安于也不饿，你听不懂吗？你怎么了？心情又不好了吗？林安柔不解释。下午回来的时候再来接安于。知道了。陈阳满心疑惑，站在原地未动。你怎么还不走？让我见见安于。安于，陈阳喊你。宿舍内毫无回应。怎么样，还见吗？陈阳确定一定发生了什么，奈何林安柔堵门，只得作罢。陈阳抵达滨阳市，直奔老岳的中医诊所。老岳将陈阳带到没人的地方，没梢带洗。小伙子，你可算来了。前2天那人来了，给了个厚信封，我没打开，应该是钱。陈阳拆开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大团结，数了数共160张。我估算1000多，没想到多给了400。陈阳猜想多出来的钱应是6角连的费用，他抽出10张大团结递给老岳。岳老先生，这次能搭上北方大药房的线是你的功劳，说好要给劳务费的。小同志，情况不一样，我找的买家不靠谱，差点让你收不到钱，我没脸要这钱。老岳急得推开陈阳的手，陈阳只好作罢。李老先生让我每半个月送一次欢子，我都超期快1个月了，还请您帮我解释下。这几天忙完，我一定上山抓几只送去。放心，他找过我问情况，我跟他说你在山上遇了麻烦，送货会晚，他已经知道了。陈阳道谢后，告别老岳离开诊所，直奔滨阳机械厂。陈阳来到张主任办公室门口，隐约听到里面讨论找专家组织招待的话题。片刻后，办公室走出一人，陈阳走进办公室。张主任，
哟，小同志，你来了。陈阳掏出打火机，张主任一见打火机，眉梢大喜。哎呦，我还以为掉山上了，心痛了好几天，没想到在你这儿。张主任看着苏联栓式打火机，眉眼间满是失而复得的欣喜。小同志，我该怎么谢谢你呀？张主任并非贪财之人，那珍重模样显然另有缘由。张主任，这打火机有什么说法吗？哈哈哈，小同志，这是别人送的，有些难以启齿。哪天咱们喝酒，我再告诉你。看张主任那局促神情，不难猜想，送打火机的人不一般。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下山忙了几天，今天得空就过来看看您。上次上山，您损失不小。陈阳心里清楚，张主任不仅丢了辛苦摘的6角莲，连大巴力步枪也被缴了，下山时还满身狼狈，于情于理都该来探望。那把大巴力我都没怎么用，就被缴了，我想起来就气。对了，他给你和手屋的钱了吗？陈阳点头，抽出20张大团结。给了，我也是为这事来的，害您丢了枪，这钱您拿去买把气枪凑合用。我要气枪没用，上山是我主动请缨的，得失我自己担。您在上山总得有家伙事，这钱够买2把撅把子了，先用着。张主任眼睛一亮，你这思想太保守。那人走了，咱们找保卫科借56冲，下次上山别说豹子、老虎、黑瞎子都给他突了。对了，厂里下个月来专家，我本想带他上山打猎，正犯愁呢。陈阳想起门口听到的话，瞬间明白，张主任是想借招待专家的名义过打猎瘾。您慎重，别带专家走太深，要不咱们去石桥镇附近的山，用气枪打些野鸡野鸟，那边还有湖和水洞能抓鱼。行，我考虑考虑。我家要修房子，上山少了，您计划好了告诉我，这钱您收着买枪。对了，晚点想麻烦您接车，我去买些东西，怕赶不上中巴。行，我带你找薛厂长，让他的司机送你。陈阳转念一想，好久没拜访薛卫东，点头应允。二人走到薛卫东办公室，薛卫东见到陈阳，起身迎上。哟，小同志，好久不见，老张，把我的普洱茶泡上。陈阳有些意外，自己与薛卫东见面不过3次，对方竟如此热情，想来是张主任讲上山的事勾起了他的兴趣。薛厂长，好久不见，我一直盼着您去牛心山逛逛，忙得抽不开身啊，正好想听你讲讲上山的趣事。老张说的不过瘾，就讲讲那个笔记本的事，带来没？让薛厂长看看，他阅历丰富，说不定能看出门道。陈阳瞬间明白，薛卫东并非只想听故事，是要他给笔记本的是一个交代。笔记本没带，但我能讲清缘由。老院卖何首乌被郑北拦截，郑北要我们找低日草换何首乌。低日草我知道。陈阳知晓薛卫东已从张主任那了解不少，便不再多言。薛厂长，您觉得郑北的幕后之人是谁？薛卫东沉思片刻。郑北是地质队警卫连长，幕后之人想必是地质队里想求长生的，他们常年钻深山，最容易接触到这些古怪事物。陈阳寄望于薛卫东的人脉寻找线索。薛厂长，你认识这样的人吗？不认识，但这个人我会帮你留意的。陈阳心中一热，谢谢您，薛厂长，没想到这种事您都愿意帮我。薛卫东认真注视着陈阳，我可不单单是为了帮你。牛心山与9万大山接壤，那山又称水牛头大山，里面的动植物皆是天然瑰宝，价值远超牛心山。我担心那人求长生会涉足此地。陈阳闻言恍惚，水牛头大山在牛心山南边，远超他的打猎范围。那人去了那儿也与我无关。薛厂长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水牛头大山资源丰富，你会不动心？况且你这次办事办得漂亮，对方日后难免再找上门。那地方是莽荒野地，千万别去涉足，明白吗？反正我是动心了。薛厂长放心，我现在也去不了，那地方离牛家湾太远了。薛卫东面色严肃，我会查清郑北背后的人和他们的动向，若对方打你主意，我会提前通知你。谢谢薛厂长的恩情，我以茶代酒敬您。咱们一起敬薛厂长。这普洱茶味道不错吧？一会儿走的时候带点回去。无功不受禄，我可不敢受。薛卫东打趣看向张主任，你还年轻太讲究，这茶你不要，有的人可眼馋得很。张主任，你每次来我茶艺就少一撮，是长腿跑你那去了吧？张主任神色窘迫，兴许是跑了吧。今晚能早点忙完，一起吃个便饭。多谢薛厂长，我家房子被地震震裂了，得早点回去修，还得去接人。得知缘由后，薛卫东安排司机小刘送陈阳先去买东西再返程。你好，刘哥，咱们先去市场，再去百货大楼。好的。陈阳买了100斤大米，50斤面粉及排骨蔬菜。刘哥，给文静识字的姑娘送什么礼物好？送钢笔实用。对啊，还是你会出主意。凡事得动脑子。汽车抵达百货大楼，陈阳买了7块钱的英雄钢笔和墨水，又想起林安宇舍不得用的雪花膏。送姑娘光有雪花膏太单调，再买盒百雀羚吧，老派护肤的。行，百雀羚也拿一盒。陈阳买下了钢笔、雪花膏和百雀羚，让小刘送他去牛家镇小学。汽车抵达小学，小刘按响喇叭，门卫老头闻声赶来，见陈阳坐在副驾驶，满脸惊愕。是你，大爷，麻烦开下门。汽车驶入校园，停在宿舍平房前。那姑娘是老师？不是，她本可以当老师，却打算嫁给我，要陪在我身边。你结婚了吗？得抓紧找，单身汉没人疼。小刘摇头不语。陈阳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林安瑜收到礼物的高兴模样。陈阳走到门口，只见林安柔站在办公桌前，林安柔目光悠悠地盯着陈阳。你怎么才来？在城里买了些东西，
耽搁了。他下意识扫了眼宿舍，林安瑜正盘腿坐在床上，静静地看着书，听见谈话平静地抬起头。安瑜，陈阳来接你了。这本书好看吗？你都看一下午了。还行，下午靠他打发时间，马上就看完了。林安瑜手中书的封面，陈阳并未看清，见姐妹二人正常交流，他心中的惴惴不安渐渐消散。安瑜，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回去，过几天我再带你来看安柔。两姐妹皆无回应。林安瑜起身，姐姐，我要走啦。多保重，想我了就写信。陈阳心中疑惑，明明说了过几天见面，二人却仿佛没听见。他不便打断，等林安瑜松开手。走吧，安瑜，有人送咱们，别让人家久等。姐姐，我先走了，路上慢点。安柔，我们先走了。林安柔却像没听见，转身压根不看他。陈阳压下疑惑，跟着林安瑜走出宿舍。安瑜，中午我来找你，你姐拦着，你怎么不出来？还有，你跟他提咱们结婚的事了吗？林安瑜只顾往前走，不予回应。安瑜，有车，咱们坐车回去。他指向不远处的车。林安瑜抬头瞥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随即转身朝车走去。陈阳愣住了，林安瑜对他的疏离感，像极了当初还未原谅他的时候。林安瑜打开后门坐了进去，汽车到家门口停下，陈阳扛着100斤大米，小刘提着50斤面粉，林安瑜跟在最后。小刘将面粉放在门口便要走，陈阳挽留无果，送他离开后，发现林安瑜已经回房。买这么多大米，背回来不嫌沉。刘淑芳说完就转身去给陈阳打水去了。打窑的师傅找好了，隔壁村的，用稻谷折算工钱就行。烧砖、砌墙的人也都找妥了。太好了，地里的苋菜该收了，明天刨出来空地，盖个200平米带院子的房子。这么大，你有钱吗？有，这回挣了不少，盖房、取安瑜的开销，连3转一响都够了。安瑜回来就关门，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他关门的样子和以前生你气时一模一样。爸，你也看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哄好，你妈正高兴，别让她察觉，不然你就完蛋了。知道了，爸。陈阳来到林安瑜房门口，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门。安瑜，我给你买了点东西。几秒后，房门打开，林安瑜一脸平静地看着他。什么东西？陈阳没料到他这么平静，他掏出百雀羚和雪花膏，试探着递过去。我觉得你会喜欢，想给你个惊喜，喜欢吗？林安瑜看到护肤品，惊讶一闪而过。这些东西很贵吧？你怎么乱花钱？这埋怨的语气像极了妻子对丈夫的嗔怪。陈阳瞬间心花怒放，全然忘了此前的疑惑与不安，咧嘴笑了起来。陈阳拿着百雀羚和雪花膏，满心以为是两人关系升温的开端。安瑜，只要是给你买的东西都不贵，以后我挣钱了还要给你买更多的东西。林安瑜眼底情绪翻涌。你进来吧。进什么？愣着干嘛？快进来。陈阳愣住，瞥了眼堂屋方向，迫不及待跨步进门。屋内只剩2人，陈阳心头激荡，正要掏出藏在身后的英雄钢笔示好，却被林安瑜的话打断。陈阳，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我想去城里当老师。你不是说不去了吗？是不是安柔跟你说了什么，让你产生了误会？林安瑜好奇地盯着他。你告诉你姐姐我们要结婚的事了吗？陈阳紧紧盯着林安瑜，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荒诞且不自量的猜测。我跟姐姐说了我们要结婚的事。难道真的跟林安柔有关系？陈阳本不愿意往这方面猜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知道什么？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姐姐也喜欢你？陈阳如遭雷击，满脸难以置信。安柔喜欢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安柔怎么可能喜欢我？我不如我哥有本事，也伤害过你。你为什么又觉得是误会？连我都可以改变对你的感觉，我姐姐为什么不能？陈阳下意识想要辩解，却被林安瑜反问的语塞。我们先不管安柔，聊聊我们的婚事，好吗？她是我最亲的人，我不能让她伤心。你先出去，让我冷静一下。陈阳失落地走出房间，满心都是林安瑜会不会悔婚的疑虑，重生的努力仿佛要付诸东流。刘淑芳见陈阳神色凝重，误以为两人吵架，当即沉下脸。你是不是惹安瑜生气了？没有，我就是在想改善家里的伙食。刘淑芳显然不信，扭头就要拿院子里的扫帚，院门被敲响，李桂兰的声音传来：刘大姐在家吗？我是李桂兰，有好事找你。李桂兰笑着走进院子，目光直勾勾盯着陈阳。李大姐，你咋突然从鸡头村过来了？有啥事吗？陈大哥，刘大姐，你们幺儿的好事来喽。你说的好事是啥子？我说过你幺儿长得不错，我现在跑过来，你还不晓得是啥子好事啊？刘淑芳一听，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李大姐，你不会想说你是来给我幺儿说媒的吧？你说呢？李桂兰笑容更盛，颇为得意地昂着头。我是干媒婆的，这个时候到你家里来，难不成是来吃饭的？呵，我现在还希望你只是来吃饭的。刘淑芳悠悠地瞥了眼陈阳，陈阳一听，浑身不自在。李婶，我有对象了，你找错门了。我都打听了，你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个好姑娘。刘淑芳怕林安瑜听见，别嚷嚷，我未来儿媳妇就在隔壁屋，你赶紧走人。李桂兰被吼得一愣，满脸不满。林安瑜房间静悄悄的，不知是否听清了这番对话。媒婆李桂兰不知何时盯上了陈阳，陈阳明知李桂兰不甘心，
却也盘算着借这事给林安于吃颗定心丸。我妈说得清楚，你别白忙活了，从哪来回哪去，天黑路难走。李桂兰站着未动，双眼紧盯陈阳，试图看出端倪。陈阳则坦然回望，李桂兰挑眉堆笑，厚着脸皮。屋里那姑娘我见过，模样还行，但身板太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哪是当媳妇的料。我给你介绍张老汉家的女儿，勤劳能干，挑水挑粪都在行，身子骨架还大，好生养，保准娃白白胖胖。小兔崽子，李大姐给你找了这么好的姑娘，你可真洋气了。老房子隔音差，屋外的话全被屋里的林安于听了去。林安于本因姐姐林安柔的是苦恼，想与陈阳划清界限，听到媒婆的话，又委屈又气恼，带着愠色走了出来。见陈阳转头冲他温和一笑，那笑意吹散了他大半火气。李大婶，我尊称你一声大婶，可你这媒婆当得太没水平了。你这娃娃怎么说话？我好心给你说亲，反倒被你数落。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亲。你明知我有对象还来，传出去好看吗？你用生养评判女人，本就是落后思想。孩子养得好，更看当爹的本事。就是。陈元朝也饶有兴致地看着陈阳。李桂兰瞥向林安于，我就事论事，他手细的跟擀面杖似的，能做多少活？陈阳走到林安于身边，主动牵起他的手。妇女能顶半边天，不是只有挑粪才叫本事。我们安于是高中生，能写绘画，用笔耕耘和用锄头劳作同样金贵。你是瞧不起知识分子。他真是高中生？你出门问问便知，想来你也没打听清楚就上门了。哎呦，刘大姐，我要是知道，绝不上门添乱。这姑娘眼有灵气，跟文曲星似的，难怪是文化人。林安于被夸得局促，想抽回手，陈阳却握得更紧，带着他回了房间。这俩孩子还害羞呢，李大姐别白来，我想托你给安于他姐林安柔找个好人家，也是个文化人。这条件太好了，10里8乡难寻，我这没法子。话说的太绝对了，万一有凤凰呢？要说条件最好的就是你家儿子，要不让他把俩姑娘都娶了，你也省心。李桂兰说完，得意地离开了。晦气，别愣着了，他故意气你，快把饭端出来。屋内，林安于低着头坐在床边，心情复杂，既为姐姐烦恼，又因媒婆的话憋闷，只觉自己深陷困境。林安于猛地抬头，你想说什么？方才在媒婆面前，你不是挺能说的吗？你心里有气就打我骂我，别憋着。林安于轻点下头，一手抬起，狠狠揪在陈阳手臂上。陈阳疼得轻呼一声，却见他眼眸闪过痛快，嘴角带着倔强俏皮的弧度，便任由他揪着不动。林安于缓缓松开攥着陈阳的手，眉头微蹙。你怎么不挣扎一下？陈阳咧嘴一笑，全然不在意手臂的不适。没事，只要你高兴就好。我怎么可能高兴？陈阳凝视着林安于。安于，我们结婚的事。林安于身形一顿，轻轻叹了口气，眼神飘向远方。我想再等等。等多久？等我姐姐先嫁人。林安于的不安源于安柔。陈阳心头一松，没有多言。安于，我们先去吃饭吧，有事随时跟我说。林安于点头，看着手中陈阳送的钢笔，又望向他的手臂。还疼吗？不疼了。一桌晚饭已经备好。没事了吧？没事了吗？现在有空聊聊盖房子的事。爸，你安排。明天你和你妈去地里收苋菜，先把活干完。行，还有其他安排吗？陈元朝瞥了眼刘淑芳，暂时没有。陈阳虽觉奇怪，却也没再多问。次日一早，陈元朝去隔壁村请打窑师傅，陈阳与刘淑芳下地收菜。正午时分，林安于来到地里。阿姨，打窑的师傅来了，在家喝茶呢。多大年纪的师傅？就是之前在鸡头村见过的李大爷。李老头，那疯老头。妈，别激动，万一只是同姓呢？狗屁同姓！你爹昨晚就支支吾吾的，肯定早有打算。堂屋内气氛凝重，李老头神态悠闲，刘淑芳面色阴沉地瞪着陈元朝，陈元朝则耷拉着脑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嘿，摆不平自家婆娘，还请我来干啥？我走喽。大爷，别跟我妈计较，您手艺好，我多给些工钱，咱们好好把活干完。小娃娃口气不小，能给多少？你要多少？要40斤谷子，要先结算。李叔，这也太贵了，少点吧。李老头闻言就要走。行，40斤谷子，我折算现钱给您。陈阳额外多给了几毛钱，李老头满意收下。你小子还挺会做事的。陈元朝领着李老头去地里选地基。妈，别生气了，爸也是没办法。我不是生气，就是心里不踏实。那李老头不光会打窑，还会看地基，我总觉得会出事。妈，你把我说糊涂了，你到底感觉哪里会出事？不知道，地里也没多少菜了，剩下的我去收，顺便盯着李老头。家里只剩陈阳和林安于。陈阳看向他，安于，你说我妈是不是杞人忧天了？不知道，但我相信阿姨。我信你，我也留意着李老头。林安于脸颊微红。锅碗还没洗，我烧点开水，等你们下午回来喝。陈阳嘴角泛起笑意。下午，陈元朝、刘淑芳和李老头回来了。爸，地基选好了吗？
选好了，明天开工，一边挖地基一边打窑，村里的人也会来帮忙，这下要忙起来了。次日，陈家要修新房的消息传遍牛家湾，院里院外挤满了帮忙的、看热闹的。堂屋内，陈元朝陪着几位叔辈村民喝茶，李老头带着鸡头村几人走进来。烧砖烧瓦的活我们包了，咱们就去和对岸林子砍树，牛心山上的路难走。午饭过后，一部分人跟我砍树，一部分去地里打地基，辛苦各位了。等房子盖好，我再拜席致谢。陈大哥，阔气那货？不是阔气，规矩不能破，再紧巴也得办。陈大哥，你幺儿呢？陈元朝指向院门，众人转头望去，陈阳拎着大公鸡走来，将东西放下后走进堂屋。各位叔叔辛苦了。陈大哥，你这要是真懂事了。陈元朝满脸笑意。到饭点时间，众人围着饭桌用餐，吃的是陈阳买的大米和地里的现菜，米饭管饱，主人家也同席吃一样的菜，众人并无怨言。李老头起身添饭，却绕开桌上的饭盆走向厨房。刘淑芳连忙起身。李老头，厨房没吃的，空碗进去也只能空碗出来。李老头不听，执意进了厨房。去看看，别让他乱翻。陈阳走进厨房，见李老头端着空碗，直勾勾盯着角落的百斤大米袋。大爷，饭在外面，我给你打。李老头随即坏笑。你怕我偷你米？您这年纪背不动，我怕你闪了腰。谁说要我动手？但这袋米我要定了。李老头说完，转身出了厨房，陈阳紧随其后。他干啥了？没干啥，就是有点疯癫。等药打好，赶紧请他走。刘淑芳点头赞同。午后，陈元朝带人去和对岸砍树，李老头一伙去地里挖土打窑。陈阳本想跟去砍树，但怕李老头作祟，便留下来盯着。我们晚上不回去了，你搭2个棚子给我们住。陈阳心想合理，便答应下来。随后背着背篓，带着镰刀和古苗刀上山。陈阳查看狐狸套，发现2只困死的野兔。重新布置好套子后，开始包沙木皮，很快包满一背篓。下山途中，身后灌木丛传来簌簌声，陈阳驻足，声响骤停，他继续走，声响又起，似有东西跟随。停下后又没了动静，他加快脚步，身后声响亦步亦趋，保持着距离，几次回头都不见踪迹，直到走到山脚，声响才消失。陈阳后背已被汗水浸透，夕阳染红天际。陈元朝带人运回不少木头，李老头带人走到陈阳搭的棚子旁，棚子已具雏形。陈元朝的娃跟他一样，都是干活的命。陈阳没理会他。刘淑芳来喊众人吃饭，陈阳让大家先走，自己留下收尾。风掠过田地，他忽然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簌簌声，背后的声音很熟悉。难道是山上的东西跟过来了？陈阳心里咯噔一下，但直觉想这是不可能的。这时，身后那簌簌声响就消失了，那里是一片玉米地。叶儿黄快速朝陈阳跑来。陈阳愣了一下，刚刚的动静难道是叶儿黄发出来的？天色不早，陈阳转头看了眼自己搭的棚子，2个棚子只搭了1个。这时，林安于朝陈阳这里走来。走，我们回去吃饭。他走近时，发现林安于正一脸嗔怪地盯着自己。安于，你怎么来了？你说我为什么来？饭都已经做好了，大家也都上桌了，你还不回来，是不饿吗？原来你一直惦记着我啊。谁惦记你了？林安于俏脸霎时一红，转身就走。陈阳赶紧跟上，2人一狗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安于，你喜不喜欢花花草草？要不我给我们的新家修一个后院，里面种些花草什么的。我对花草的感觉一般，不过我姐姐很喜欢花草。陈阳被噎得神色一滞。你怎么了？林安于饶有兴致地盯着陈阳。陈阳心知此刻不能说错话。院子还是得修，到时候把叶黄养在里面，等它长大了，再给它配条母狗，下一堆的小猎狗，让它们在院子里玩耍。叶儿黄才多大呀？你就着急替它考虑了？等再过几个月，秋天到了，叶儿黄也就长成大狗了，到时候在新家里也该给它张罗媳妇了。是吗？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呢？也不算吧。陈阳想再试探一下林安于对结婚的态度。我就是想着好事成双，我俩结婚以后也不能让叶儿黄单着。那也应该是好事成3。说完，林安于停下脚步。陈阳发现林安于低头沉默起来。陈阳，我说过等我姐姐结婚以后，我才会跟你结婚。过了一会儿，林安于抬起了头。所以你别着急，好吗？陈阳听着林安于认真的语气，心想林安柔果然成了林安于的心结。好消息是林安于愿意嫁给自己，坏消息是谁也不知道林安柔什么时候会结婚。你肚子不饿吗？当然饿了。那我们快回去吧。陈阳心中情绪奔涌，下意识牵起林安于的一只手。安于，路不好走，我牵着你回去。陈阳，别这样，万一被人看见。林安于瞬间有些慌了，想要收回手，却被陈阳牢牢攥住。陈阳扭头看了一圈，没有一个人影，于是果断牵着林安于往家的方向走。陈阳，松开我吧，这样不好走路。没事，已经快到家了。快到家门口时，陈阳听到院子里传来了一群人的说话声，这才松开了林安于。此刻，林安于的脸上已经是绯红一片。你先进去，我在这里透透气。林安于怕被人瞧见脸上的端倪，陈阳只好独自进了院子。
安于呢？他不是叫你回来吃饭吗？怎么不见他人呢？他就在外面，正陪叶儿黄玩呢。这孩子还不回来吃饭？老妈刘淑芳准备出门叫林安于，被陈阳拦住了。妈，你别管了，安于等一下就进来。刘淑芳愣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领会到了陈阳的意思，倒也不出去了。去洗手。知道了。吃完饭，众人坐在堂屋休息。李老头没喝酒，也没吃菜，朝着院子外走去。看到这一幕的陈阳，心中顿时疑惑起来。鉴于中午的时候，李老头说过要偷那带100斤重的大米，所以陈阳留了个心眼。妈，我去外面溜达一圈。陈阳来到院门口，往外张望了一圈，发现李老头正朝着田坎走去。他发现李老头独自一人走在路上，越走越远。此刻，李老头的身影也变得朦胧起来。陈阳心中顿时疑惑起来，天都要黑了，这老头这是要干嘛去？他悄悄跟在李老头身后，想要看看李老头想搞什么鬼。可跟着跟着，陈阳就觉得不对劲。他发现李老头正朝着他们家的那2亩地走去。李老头一路走入陈阳家的地，却没停留，而是朝着对面那片玉米地走去。看到这一幕的陈阳心中顿时机灵一下。只见李老头掏出一团白花花的东西，虽然看不清，但陈阳猜测应该是李老头揣进兜里的那团米饭。他看着李老头将那团米饭往玉米地里扔去，快来吃，多的是，嘿嘿，要吃饱哦。随着李老头话音落下，玉米地内响起了一阵令陈阳熟悉的簌簌声。下一秒，他就看到玉米地里闪过一个黑影，速度很快。由于天色太暗，陈阳压根看不清那是个什么东西。李老头养了个什么东西？这个怪老头。这时，陈阳忽然有了个猜测：白天在山上跟踪我的，压根不是山里的野物，而是李老头养的那个东西。但这只是怀疑。李老头这么古怪，陈阳估计就算是问李老头，李老头恐怕也不会老实交代。陈阳匆匆回到院子，无事发生一样。怎么去了这么久？想拉肚子，结果没拉出来，耽搁了点时间。老妈闻言没有多想。这时，李老头也走回到了院子里。看到李老头这么快回来，陈阳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自己会不会被李老头发现了。但李老头接下来的表现很正常，和旁边人吹了一会儿牛，始终没有出现让陈阳觉得怪异的举动。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希望大家早点来帮忙，饭菜照样管够。半个小时后，老爹陈元朝招呼了一声。当李老头经过陈阳面前时，他突然停下来。小娃娃，来，我跟你说件事。什么事？李老头意味深长盯着陈阳。李老头，你走不走？跟着李老头来的几个人已经在院子外催促起来。催啥子催？你们先等着，我跟这个娃娃说几句话，马上就过来。站在陈阳旁边的陈元朝疑惑看着李老头。李叔，你找我儿子啥事啊？没啥子，摆2句龙门阵。李老头说完，走到一处无人的角落。陈阳见李老头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便来到李老头跟前。大爷，说吧，什么事？今天晚上看好你家的米哦。陈阳愣了一下。李老头这话什么意思？该不会真想来偷米吧？他怎么偷？大爷，你要是稀罕米，你帮我们忙的这段时间就多吃一点，这种玩笑没必要开。嘿嘿嘿，我没开玩笑。李老头十分自信，凑到陈阳面前。我不亲自来偷，我养了个小玩意儿，我喊他来偷。你养了个什么？陈阳想到刚刚在玉米地前看到的一幕。大爷，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们请你来帮忙，也没有亏待你。你要是搞事的话，别怪我不客气了。嘿，你还敢威胁我？你爸都不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讲话。李老头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我爸是我爸，我是我跟你没什么交情，不会像我爸那么客气。你这小娃娃有意思，有意思，嘿嘿。李老头毫不在意地离开了。陈阳意识到老爹把这个老头请来帮忙，恐怕是招来了一个大麻烦。这时，陈元朝走过来。李老头跟你说了什么？李老头说要偷我们家的米，今晚上就来偷。他刚刚在提醒我。什么？咋可能？他疯了啊！他那么大年纪，咋偷那么大一袋米？再说偷东西哪有告诉主人家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爸。要不我们换个师傅帮我们打窑？那不行，谷子都给人了。你不要李老头来帮忙，他也不会退给我们谷子的。不退就不退。陈阳为了家里平安，也不在乎谷子。我妈说的对，这就是个疯老头，怕是迟早要出事。莫乱说，我好不容易说服你妈，让李老头来做事，要是你妈听到了，肯定又要跟我吵架。爸，真的只是找不到人，你才找李老头来的吗？真的。陈元朝一副斩钉截铁的样子。爸，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你是觉得对不起李老头，所以才会喊他来帮忙的？你咋个这样想？陈元朝滞了一下，脸色有些不自然地看着陈阳。陈阳心中的猜测顿时落实了7、8分。爸，讲一讲你跟李老头女儿的事呗。那些事有什么好讲的？陈元朝听到这话，突然清醒了。我告诉你，李老头是有些怪，但只要你不去招惹他，就不会有事，所以别想换人的事了。爸，行了，赶紧回屋，免得你妈又啰嗦。陈元朝打断陈阳的话，转身进入了院子。陈阳发现老爹对李老头不是怕，而是忌惮。陈阳装着心事回到了院子，将叶儿黄领去了厨房。叶儿黄，把厨房看好，
今晚1粒米都不能丢。陈阳虽然不相信李老头能偷走米，但为了防范于未然，还是将叶儿黄安置在了厨房。躺床上没一会儿，陈阳就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他在睡梦中模模糊糊听到叶儿黄叫了几声。第二天早上，陈阳起床后第一时间来到厨房。叶儿黄，陈阳见叶儿黄精神十足，猜测昨晚叶儿黄应该睡得不错，只是不知道半夜为什么突然叫了几声。他蹲下来，发现叶儿黄的嘴巴上沾了一团灰棕色的绒毛。叶儿黄，别动！陈阳小心翼翼从叶儿黄嘴里取出那团绒毛，很明显，这是其他动物的毛发。叶儿黄的嘴上怎么会有其他动物的毛发？这和叶儿黄昨晚的叫声是否有关？陈阳心中疑惑，看向角落里的大米，只见米袋子上出现了2道清晰的抓痕，像是被猫抓的一样，抓出2道细长的口子，口子不深。估计昨晚上有什么动物进了厨房，想偷米吃，结果被叶儿黄发现。很明显，叶儿黄成功守护住了大米。叶儿黄，今天和我上山，要是抓了野兔，我单独奖励你1只。心想叶儿黄跟了自己这么久，还没怎么吃过肉，先弄早饭吧。陈阳准备早饭的时候，林安鱼来到厨房。你昨晚听到叶儿黄叫没有？听到了。怎么，你也听到了？昨晚叶儿黄叫的可凶了，我听到动静好像是厨房里传来的，当时还很奇怪，第一次听到叶儿黄这么凶，好像在跟谁打架一样。安鱼，你昨晚没睡好吗？陈阳昨晚睡得迷迷糊糊，只是隐约听到叶儿黄叫声。昨晚上我醒过一次，是被吵醒的。是叶儿黄吵的吗？不是，昨晚半夜我房间的窗户砰砰地响了几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撞我窗户，动静还不小，当时就把我惊醒了。你看没看到什么东西撞你窗户？还有安鱼，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我醒来以后只看到窗户上有个影子晃过，没看清是什么，但看起来有些像叶儿黄。叶儿黄，陈阳暗暗吃了一惊，心想叶儿黄昨晚被关在厨房，怎么可能出现在林安鱼房间的窗户前？那影子的个头和叶儿黄差不多大，我还看到了它的尾巴，不过尾巴好像比叶儿黄的长一些。陈阳已然明白，出现在林安鱼窗户上的多半就是那个进了厨房的神秘动物。安鱼，你醒了之后多久听到叶儿黄的叫声的？没过多久，大概2分钟不到吧。陈阳明白了，那个动物应该是跳上窗沿，一路沿着土墙攀上房顶，再从房顶钻进了厨房烟囱。稍晚一些，帮忙的人陆续来到陈家，李老头慢悠悠朝厨房走去。老妈刘淑芳见了，想要去拦住李老头。妈，让我来。李老头前脚进了厨房，陈阳后脚就跟了进去。大爷，找什么呢？陈阳饶有兴致地盯着李老头，李老头将目光落在了大米上，两人心照不宣，都看向大米袋上的抓痕。小娃娃，我倒是小教你了，你有些本事啊。大爷，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嘿，你就别装糊涂了，我是看走眼了，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手段。你家的那条小土狗是猎狗，我早该想到的。到这里，李老头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昨晚来偷大米的神秘动物就是李老头喂的那玩意儿。大爷，那我就劝你一句，好好把活干完，别惦记我家的东西，以后咱们见了面还能客客气气打声招呼，不至于撕破脸面，对不？你这个小娃娃说话也不怎么客气，我记得你昨天买回来的鸡和其余的东西还在是吧？是的，那些东西都是老爹让我买的，说是要讨个好兆头，只不过昨天不算正式开工。嘿嘿嘿，要开工了，修房子有讲究，要想平平安安，这些东西得用上，不然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陈阳心中一紧，直觉这个老头还要搞事。大爷，别搞事了，好好把活路做完，我再给你加点钱，行吧？嘿，肚子饿了，走走走，吃东西去。鸡棚内，那只大公鸡莫名其妙的咯咯叫了起来。众人吃过早饭，便来到了地里，搞个开工仪式。他让人把那只大公鸡拎着绕2亩地走一圈。紧接着，李老头找了一个方位，又神叨叨地念了一些听不懂的话。那只鸡怎么办？李老头说了，晚上把鸡炖了，给大家加餐。你动作快点，今天把棚子搭出来，好让李叔他们有睡觉的地方。搭棚子还差一些沙木皮，需要再上一趟山。陈阳为了保险起见，带上了古苗刀和叶儿黄一并上了山。和昨天一样，陈阳很快包了1背篓的沙木皮，就往山下赶。不知道是不是有叶儿黄陪着的缘故，这一次陈阳并没有听到身后有那簌簌的声音跟来。陈阳回到了地里，听李老头跟那几人吹牛。烧砖烧瓦的手艺也就咱们鸡头村的人能行，要是换了别人，指定烧不出好砖。陈阳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李老头他们在边上休息。中午的时候，老妈来喊众人回屋吃饭。陈阳决定不回去了，要留下来看着工地。妈，你让阿玉给我送点吃的来，我就在地里吃了。对了，你多打点饭，叶儿黄跟着我吃。陈阳要把叶儿黄留下。叶儿黄昨晚跟那个动物打过架，等会儿要让叶儿黄去找找。他直觉李老头养了个非比寻常的东西，决心一探究竟。稍晚的时候，林安鱼来送饭了，陈阳早就饿了，接过碗筷就大口的吃了起来。哟，还有鸡腿，慢点吃，阿姨专门藏的，让我带来给你，底下还有几块鸡肉呢。林安鱼刚说完，
叶儿黄跑了过来，冲着林安于摇尾巴。陈阳顺势挑出一块鸡肉扔给叶儿黄。叶儿黄，等下就靠你了。陈阳，你又要让叶儿黄干什么呀？抓，宝贝。叶儿黄3下5除2啃完鸡肉。陈阳见状，又加一块鸡肉扔给叶儿黄。人都不够吃，你还喂给叶儿黄干嘛？没事，叶儿黄正在长身体呢。想吃就回屋吃呗，抓什么宝贝？我看你才是个宝气。安宇，你在说叶黄是吗？对，我在说狗呢。林安于看了陈阳一眼，嘴角微微上翘。等我打猎挣够了钱，就改种地，就像今天这样，你以后天天给我送饭，好不好？你不是打算9月以后就去山里面看护林子吗？陈阳愣了一下，这是陈阳很早之前的打算。当时陈阳和林安于还没有冰释前嫌。安宇，要不这样，我不去山里当护林员了，你也不去当老师了，以后我们结婚，就在这2亩地里生一堆胖娃娃，好不好？林安于听完，脸颊不禁发烫起来。谁要跟你生娃娃？你不害臊？结婚生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害臊的？林安于不予争辩，转身就往家的方向走去。看着林安于略微慌乱的背影，陈阳渐渐止住了笑声。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眼中流露出几分凝重。叶儿黄，跟我来。趁着李老头他们还没回来，陈阳领着叶儿黄来到玉米地前。他见叶儿黄伸长脖子，嗅着什么。叶儿黄，去找找看。叶儿黄一听，没有丝毫犹豫，嗖的一下就窜入了里面。过了一会，叶儿黄，未料叶儿黄并没有回应，他心中一紧，将手落在了腰间古苗刀的刀把上。叶儿黄，出来！但依然没有叶儿黄的回应，这就非常不符合常理了。平时陈阳给叶儿黄发出指令，叶儿黄听到以后不可能没有声响。忽然看到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飞快跑过，回来！叶儿黄，听到陈阳呼唤，叶儿黄钻了出来，似有不甘地望着叶儿黄，来，我们出去。陈阳心知根本抓不住那东西，与其在这里耗费时间，不如出去以后再想策略。刚走没几步，身后便响起熟悉的簌簌声，和昨天在山上一样。陈阳猛一回头，那声音再次戛然而止，像是戏弄一样。那声音再次在陈阳身后响起，陈阳却并没有再回头。与此同时，对面走来一行人，为首的是老爹陈元朝，紧跟着的是李老头。看样子他们已经吃过午饭，从家里赶过来，准备继续干活。吃过饭了吗？吃过了。陈阳看到李老头跟在老爹身后，便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一句。这时李老头忽然走上前，你叫叶儿黄，鼻子挺尖的，闻到了啥子没有？李老头像是在试探陈阳，可从他的表情来看，却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似乎知道陈阳扑了个空。李叔，要不要开始挖地基了？我看这木头也砍得差不多了，粗细算下来也有好几10根了。这2天，陈元朝带人砍回来的木头都堆在地里的另一侧。窑也烤得差不多了。要得，你带人从这里开始挖，等地基挖得差不多，估计砖也烧了不少了。提到干活，李老头的举止看起来就正常多了。快点给李叔他们把棚子搭起。陈元朝还不忘招呼一声陈阳，陈阳应了一声，转身继续去塔棚子。傍晚收工的时候，陈阳去了村口打了些酒回来。陈阳知道老爹这是编着借口想喝酒。吃饭时，老妈正站在屋檐下，黑着脸直勾勾盯着老爹。妈，我们也快吃饭吧，我肚子都饿了。你个小兔崽子，怎么打2瓶酒回来，不知道节约一点？刘淑芳瞪了一眼陈阳，还是安宇以后有福气，以后嫁给一个不喝酒的丈夫，心里能少受多少气？陈阳嘿嘿笑着，继而看向林安于，林安于没有回应，俏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刘淑芳见状，这才心情好了一些。我提前藏了2块肉，你和安宇1人1块，在厨房里，一会赶紧吃了，别让外面那些人看见了。陈阳现在身上有钱了，吃肉对于一家人来说，不像以前那么遥不可及。妈，安宇，等哪天不忙，我带你们去镇上下馆子。下馆子？刘淑芳听到这话，白了一眼陈阳。你当真以为你能盖房子就是地主了？下馆子多贵呀！妈，下馆子是不便宜，但再不便宜也不能妨碍我孝敬你啊。刘淑芳听到儿子的话，心里暖洋洋的。咱们家以前是穷，但你真当你妈我没下过馆子啊？妈，我怎么不知道你下过馆子？陈阳愣了愣，他在脑海中极力搜索，完全没有关于老妈下馆子的记忆。妈，是什么时候的事？你该不会是背着我去的吧？当然是背着你去的，那时候还没你呢。妈，说说呗，你和谁下的馆子？当然是跟你爸一起去的，不然还能有谁？那会儿我和你爸还没结婚，他托媒人把我叫到镇上的一家面馆。我当时看他那样子，多半是个顾家的人。陈阳听到老妈讲起这段往事，心中不禁有些唏嘘。若非重生，他哪能知道老爹和老妈还有这么一段朴实无华又有趣的经历。其实你爸为了去面馆吃面，忍了2天没吃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见我长得瘦，以为我吃不了多少，所以让师傅给3碗面都加面条，只等最后我吃不下了，他好吃我剩下的。陈阳听到这里，忍不住看了林安于一眼。林安于也被刘淑芳的故事吸引过去。阿姨，然后呢？然后我一口气把面条都吃光了，连一点汤也没给你陈叔留。妈，你这么能吃啊？
陈阳有些哭笑不得，刘淑芳却没觉得不好意思。没办法呀，那家面太好吃了，碗底抹了猪油，被汤一冲，别提有多香了。我也饿了一天，没忍住就吃完了。说完，刘淑芳还特意转头看了眼院子里的陈元朝，表情颇为骄傲。算了算了，以前的事不提了，快吃饭吧。好，吃饭，妈，就这么说定了。过几天你带路，我带着你和安宇也去你和爸去的那家面馆吃一碗面。到时候再说吧。饭后，众人散去，院子里只剩下李老头和鸡头村的几个人，棚子已经搭好了，他们便准备直接去地里休息。陈元朝要送李老头他们去地里。爸，天快黑了，路不好走，还是我去送吧。也行。陈元朝也没推辞。陈阳把叶儿黄叫上，领着李老头等人出了门，往自家地里赶去。一路上，李老头等人兀自说着话。陈阳将他们领到地里后，各位，你们好好休息吧。陈阳就要准备离开。坐，叶儿黄过来。叶儿黄坐在陈阳脚边，没搭理李老头。嗨，这小东西。李老头笑了笑，又从兜里掏出个东西，想吸引叶儿黄的注意。陈阳一看，发现是根鸡骨头。李老头似乎对叶儿黄很感兴趣，想让叶儿黄过去，但叶儿黄很精明。陈阳没发话，他就屁股一动不动地坐着。这狗崽子是你养的？大爷，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不是我养的，还是谁养的？陈阳感觉李老头话里有话。李老头摇了摇头。这狗不是你的，包括你今天腰上别着的那把好刀也不是你的。陈阳不知李老头又在打什么主意。大爷，天黑了，你还是快点睡觉吧。这么好的一条猎狗，加上一把这么好的猎刀，你平时上山打猎吧？你小子不老实，不跟我说这些玩意儿是哪来的？这跟你有关系吗？陈阳皱了皱眉，心知不能跟这怪老头多说话，否则只怕还要出幺蛾子。于是他招呼着叶儿黄，转身朝家里走去。